全球突变，所有生物都有概率觉醒强大异能。而我却觉醒成了一名智障。但奇怪的是，众人不仅没有嘲笑我，反而疯狂抱我大腿，只因我无法与激活的系统正常交流，逼的系统被迫进化成最强，能将我手上的任意物品提升为强大的道具，从此走上无脑的开挂人生。此时系统在我脑海中疯狂蹦迪，警告，有杀手正从窗台潜入，请宿主马上离开房间。闻言我眼睛一亮，太好了，终于有人陪我玩了。于是我直接将窗户打开，见状系统当场发出尖锐的暴怒。我特么让你跑，不是让你开窗迎接。我好奇地向下望去，果然看见窗前的绳索上挂着一个人。杀手见自己暴露，本想转身就跑，没想到我立即叫住了他。别出声，我掩护你。要是让外面那群大高个发现你就麻烦了。杀手虽然觉得哪里不对，但还是纵身一跃，悄无声息地跳进了屋内。他警惕地左右扫视一圈，发现房间里果然只有我一个人，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看来情报没错，这项家少爷确实是个傻。随后他摘掉面具，今天我心情好，就让你死个明白吧。我是杀手联盟地榜排名第250位的杀手，有人出3亿买你的命。随后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看见他手里的刀，我不仅不害怕，反而从枕头下掏出一把小猪佩奇的滋水枪。原来你是想玩警察抓坏蛋的游戏啊！太好了，不许动，举起手来。见状，杀手嘲讽地笑了一下。去死吧，小傻子！话音刚落，他便猛地朝我扑了过来。就在这时，系统的机械音传来。系统强化仪启动，滋水枪变成无后座，不限水量的高压水枪。随即我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吃我一记正义的水炮！一道强力水柱立刻喷出，精准地射在了杀手胸口，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他整个人喷飞，狠狠地砸在了墙上。杀手被水冲得头晕眼花。这是什么牌子的滋水枪啊？威力怎么这么大？别打了，我投降！我正玩得起劲，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忽然传来。少爷，您还好吧？屋里是什么声音？系统仿佛见到了救星。宿主，天赐良机，快叫保镖进来抓住这个杀手！我却直接朝门外大喊：我玩滋水枪呢，你们不用管。就在这一回神的功夫，原本贴在墙上的杀手竟然不见了。系统立刻检测到他的位置，杀手躲进了浴缸中，请宿主立即前往解决。算了，宿主开心就好。闻言，我拿着滋水枪兴冲冲地跑进了浴室。此刻杀手正平躺在大浴缸里，他决定先在这躺尸一会儿。可就在他正琢磨着下一步计划时，脑门忽然被一个冰凉的枪口抵住。你藏的地方不行啊，这躲猫猫技术也太差了。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再次扣动了滋水枪，高压水柱顿时将杀手死死地压在浴缸里，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只要杀手一露头，我就一水枪将他呲下去。循环往复了不知多少遍，杀手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救命！谁来救救我？这次外面保镖听到动静，立刻冲进屋里。少爷，你怎么了？杀手拼命地抓住浴缸边缘。你们少爷没事，有事的是我，我要被淹死了。而在保镖冲进来的同时，系统的强化效果也恰好失效，水枪瞬间变回了普通的玩具。于是保镖们只看见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被我的玩具手枪吓得连连躲闪。见状，几名保镖对视一眼，这家伙怕不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吧？第二天，父亲向长风已经知道昨晚杀手潜入的事，随即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向家市值早已突破1000亿，因此经常遭到杀手绑架或暗杀，而他自己身患癌症，仅剩下不到1年的时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这个傻小子了。于是他走到我身边，儿子啊，等会爸爸带你去个好地方。一听说能出去玩，我立刻关掉了正在播放的小猪佩奇，迅速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很快劳斯莱斯车队浩浩荡荡的出发，然而还没开出多远，头车一个急刹，整个车队戛然而止，司机立刻回头汇报：向总，前方好像出现了交通事故，我立马去排查一下。话音刚落，前方的人群便传来呼喊：救命啊！前面有老虎吃人了！只见前方一个体型巨大的老虎轻易地将小汽车掀翻，紧接着系统发出警告：系统警告，前方出现 B 级变异生物，危险系数极高，请宿主立刻开溜。闻言，我眼中闪过一丝兴奋。老虎在哪呢？快让我看看。与此同时，向长风心中咯噔一下，糟了，一定是有生物发生了异变。儿子别怕，异能局的人估计马上就到了，咱们待在车里最安全。说完，他转过头准备安慰一下自家傻子，却发现旁边的座位上已经空空如也，他愣在原地。我那么大个儿子呢？此刻我化身人群中最亮的逆行者，迎着四散奔逃的人群往前猛冲。很快我就看见了那只老虎，并径直来到猛虎身前，伸手握住它的胡须。俗话说得好，老虎的屁股摸不准，但没说胡须不能拔。老虎显然被我的操作气到，当即爆发出怒吼，准备发起攻击。我却一个侧身闪过，抓起怀中的玩偶掷了出去。你要和我战斗吗？去吧，皮卡丘。随即系统提示音响起，系统发动附身功能，皮卡丘复活，获得战斗能力。只见半空中的玩偶竟真的活了过来。几乎同时，老虎一巴掌拍来，皮卡丘不闪不避，那根标志性的闪电尾巴猛地亮起，刺眼电光，正中猛虎身躯。老虎顿时浑身一抽，随即直挺挺地栽倒在地，身上冒出缕缕青烟，空气中甚至弥漫开一股烤肉的焦香。紧接着，皮卡丘跳回我怀里，重新变回玩偶的模样。异能局小队队长林州赶到时，正巧看到我站在一头被烤熟的变异猛虎旁。只见向长风焦急地冲过来，看到我安然无恙后才松了口气，随即又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这是你干的？我骄傲地挺了挺胸膛，是我干的。那老虎太弱了，不堪一击。见状，林州立刻走上前，对向长风敬了个礼。向总，我是异能局队长林州。如果我没猜错，令郎应该是一位能力觉醒者。
听到这话，向长风满脸不可置信。就他，你是不是搞错了？林州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有些觉醒会伴随身体或精神的异变，我们局里有先例，不如跟我们先回局里做个详细检测。就算不是，我们也有国内顶尖的医疗专家，或许对令郎的病情有帮助。闻言，向长风心中一动，考虑到异能局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这或许是自己离开前能为儿子安排的最好归宿。于是他郑重的点了点头。好，那就麻烦林队长了。到了异能局研究所后，我新奇的四处打量。就在这时，检测员林雪拿着一个手环走过来。把这个戴上。我的目光瞬间被眼前的大西瓜吸引，随即迅速伸出手指戳了戳，手感还不错。见状，在场的男队员都倒吸一口凉气，而林雪整个人都僵住，脸颊瞬间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变态！林州连忙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大侄女，别生气，他这里有点问题。林雪看我一脸天真无邪，终究没发作，只是保持安全距离的将手环给我戴上。然而手环毫无反应，林雪翻了个白眼。他根本不是觉醒者。而见此一幕，向长风心中一阵失落，正要带我离开，林州却再次挽留。向总，请务必让向南留下来观察几天，这里绝对安全。我会派小雪亲自照顾他。向长风想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最终还是答应了。临别时，他拉着我的手：“儿子，爸爸先走了，你在这要听话。”说完，父亲就忍不住剧烈的咳嗽起来，嘴角随即溢出一丝腥甜。见状，我皱了皱眉，抓起父亲的手，用手指在他手背上象征性的戳了一下。治疗能量启动，已传入患者体内，3天后病情即可康复。天天咳嗽好烦啊！我给你扎一针就好了。向长风只当是我的童言无忌，摸了摸我的头便转身离去。父亲走后，在异能局主任办公室，林州正被张主任骂得狗血淋头。那吃人心的黑毛怪已经杀了7个人，弄得现在人心惶惶。如果再不处理掉，怎么向大众交代？我再给你3天时间，如果解决不了，我看你这个队长也该换人了。林州连忙做出保证：“主任您放心，我3天之内必将其拿下。”可他一走出办公室，就立刻变得愁容满面。就在这时，林州猛地想到了我，既然我能那么轻松解决掉变异猛虎，对付这个黑毛怪物肯定也不在话下。只是经过测验，我又不是觉醒者，难道是因为那个皮卡丘玩偶？林州越想越觉得可疑，于是决定把皮卡丘借来试试。他转身对队员们一挥手：“走，跟我去找向南。”很快，一行人来到我的房间前。我刚喝完1瓶6个核弹，正回味着智慧的味道，听到敲门声后显得很不耐烦：“谁啊？不要打扰我修炼。”门外的林州强忍着吐槽的冲动，推开门，笑眯眯地看着我：“大师，你的皮卡丘很厉害啊，能不能借我用用？”我一听这话，立马一个饿虎扑食，将床上的皮卡丘紧紧抱在怀里。想得美，不借。林州只好耐着性子继续劝说：“向南，你听我说，我们借你的皮卡丘是想为民除害，干一票大的。到时候任务成功了，你就是咱们江东市的超级大英雄了。”我听到大英雄这3个字，随即露出思索之色。片刻后，我冲他勾了勾手指：“我可以把皮卡丘借给你，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林州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什么条件？我看着他一字一句的开口：“让我带领你们行动。”闻言，林州感觉脑袋嗡的一声，但他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没问题，总指挥使，这3位队员是表现最优秀的，一切都听你调遣。得到保证后，我这才满意的走到3人面前，目光锁定在了唯一的女生身上。你叫什么名字？女孩连忙回答：“我叫宋玉。”我上下打量了她一下，眼前的女生身材像飞机场一样，和林大西瓜比差远了。于是我摇了摇头：“你的名字不好听，我给你换一个，以后就叫你宋小馒头。”闻言，旁边2名队员则憋笑憋到面部抽搐。我又将视线转向旁边那个笑得最欢的青年：“你叫什么？”那青年顿时笑不出来了。报告向队长，我叫李龙。我点了点头。好的，李大壮。另一个兄弟我就叫你步英俊了。人员清点完毕，汪汪队出发。很快，这支临时组建的汪汪队便整装完毕，开车向事发地点江畔公园驶去。车上，林州依旧忧心忡忡：“小馒头，你再说说那怪物的情况吧。”宋玉显然还是不能接受这个承诺，但也知道现在不是计较的时候，只能无奈的回应：“那怪物是 B 级寄生类怪物，非常凶残，一般都潜伏在丛林里面，动作稳准狠，一招致命。”闻言，我不屑地摆了摆手：“区区小妖也值得紧张成这样？待本队长出手，定叫他魂飞魄散。”见状，林州叹了口气，下意识将怀中的皮卡丘抱紧了紧，仿佛那是他唯一的希望。半小时后，我们抵达江畔公园，刚一下车，就听见树林深处传来一阵怪吼，紧接着一道黑影纵身一跃，砰的一声落在众人前方。系统提示音适时响起。系统扫描完成，目标是会吃人的 B 级寄生类怪物，凶残无比，请宿主小心。系统的提示音刚落，眼前的黑毛怪便转动着猩红的瞳孔，像是在打量今晚的加餐。林州抓紧手中的皮卡丘玩偶，摆出一个标准的扔棒球动作，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了一声：“去吧，皮卡丘！”只见那黄色玩偶在半空中精准地砸在黑毛怪脸上，然后啪叽一下弹到地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半点反应。一时间空气安静的可怕，就连那黑毛怪物似乎被这一下砸懵了，大概从没被这么萌的攻击打过脸。眼看自己的杀手锏毫无作用，林州终于慌了：“向南，这是怎么回事啊？皮卡丘怎么不管用啊？”闻言，我嫌弃地看着他：“你这个蠢货，那只是个玩偶而已，你居然想用它收拾黑毛怪，对付妖怪还得用金箍棒。”说完，我便从裤腿里抽出一根塑料玩具金箍棒，随后猛地朝那怪物冲了过去。妖怪，吃俺老乡一棒！就在这时，系统声准时响起。
系统附魔一启动，金箍棒变粗变长变大。只见我手中那根塑料玩具突然光芒闪烁，像充了气的法棍一样不断膨胀。见此一幕，黑毛怪物满眼戏谑，抬起硕大的巴掌便朝我扇了过来。我却不闪不避，抡起金箍棒砸在怪物肩膀。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怪物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半个身子竟被我这一棒直接砸进了泥土。我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顺势将金箍棒抡圆了横扫而出。打死你个鳖孙儿！就这样，第二棒结结实实的抽在了怪物的侧头上，他的头颅如遭巨龙，竟直接爆碎开来。原本凶厉无比的怪物就这么被我2下给砸死了。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让林州等人都愣住了，没想到困扰他们许久的怪物竟被我如此轻易的就解决了。而我没理会他们的震惊，只是随手一抖，手中的金箍棒瞬间就恢复了原状。而此时那怪物也迅速缩手，一身骇人的黑毛随之褪去，最终变成一具无头男尸。见状，宋小馒头满是不解，这怪物居然是人变的。林州也皱紧眉头，我出任务这么久了，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李大壮，你俩去找个收尸袋，把尸体装起来，带回研究所检查。很快，一行人开车返回异能局。后座上，我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宋小馒头身上。我突然伸出手在他后背上戳了戳。你后背上这白色的是什么东西？是翅膀吗？拿出来借我康康。闻言，宋小馒头无奈扶额，那是我的觉醒能力，怎么借你啊？我嫌弃的白了他一眼。小气鬼！宋小馒头只好耐心的向我解释，觉醒能力是个人独有的，无法转借。我是虫类觉醒，可以幻化出蝶翼。李大壮是兽类觉醒，反应速度是正常人的10倍，而不英俊是植物类觉醒，可以不吃不喝，通过光合作用来维持生命。我听完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那下次飞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几人回到异能局后，那具新鲜出炉的无头尸体也很快被运进了研究所。局里对此案高度重视，以林大西瓜为首的研究员们立刻穿上白大褂，开始围着尸体忙碌起来。然而经过各种高科技仪器的轮番检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尸体上并未发现任何异状。林州对这个结果满是不解，这就奇怪了，怪物明明是从他身上出现的，可尸体却毫无继承迹象，难道真正的继承体并不在他身上？随后他们通过 DNA 核实了死者身份，并通知了家属。没多久，一个驼背的老者赶来，正是死者的父亲。只见那老者身形佝偻的几乎对准，皮肤灰暗，眼窝深陷，整个人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阴沉气息。我是赵铁山，我的儿子在哪儿呢？折腾了半天后，除了收获老者的一堆哭诉，并没问出什么有用的线索。林雪心情沉重地送走了赵铁山，转身准备去办公室整理报告时，他恰好从正在叼着棒棒糖的我身边经过。他一边走一边揉着后颈，脸上带着一丝痛苦的神色。怎么回事？我后背好酸啊！难道真的是因为太大坠的吗？这时系统发出了警告。警告！宿主大事不妙，有未知魔物寄生在了林雪身上，危险等级未知。就在林雪准备回去休息时，我嗖的一下靠近她。林大西瓜，你后颈上好像有张人脸在对你笑啊，丑死了！林雪被我突然凑近的大脸吓了一跳。你胡说什么呢？但她还是下意识伸手去摸，结果只摸到一块凸起的硬物。就在这时，林州也闻声赶来，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小雪，你快跟我来检查室。检查结果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仪器的高清影像显示，林雪的后颈上真的鼓起了一个诡异的肉瘤，在仪器放大之下，那肉瘤的轮廓赫然呈现出扭曲的五官，仿佛一个未成型的胎儿。更棘手的是，肉瘤的神经已经和她的颈椎主神经连接在了一起，无法通过常规手术去除。林雪看着屏幕上的影像，脸色煞白如纸。事情很快在异能局内部传开，张主任也闻讯赶来。这肉瘤很可能是被什么未知的东西寄生，以我们局里现有的医疗条件，恐怕解决不了。要不就把小雪送总部去吧，那里有最好的专家。闻言，我懒洋洋的开口：“不用那么麻烦，多大点事儿啊，直接挖出来不就行了？”林州没好气的呵斥我：“湘南，我知道你有点本事，但这可不是儿戏。”我的嘴角勾起一抹挑衅的弧度：“臭老头，你瞧不起谁呢？”说完，我不等众人的回应，转身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间。很快，我拿着一把2块钱买的黄色塑料沙滩铲回来，径直走到早已六神无主的林雪面前。大西瓜趴下，屁股撅起来，搞快点！林雪此刻只觉得后颈越来越痒，脑袋也越来越沉，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吸取她的生命力。她心一横，便听话地趴在了检查台上。见状，我满意地点点头，高高举起手中的沙滩铲。小的们都看好了，看我不一铲子铲死你这个鳖孙！系统附魔一启动，沙滩铲变成驱魔之铲。我对着蠕动的肉瘤一铲子推了下去，噗呲一声轻响，那肉瘤竟应声而落。只见林雪的后颈光滑如初，连个血点都没有。见状，周围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林州更是惊得嘴巴都合不拢。这么简单就弄下来了？林雪心有余悸地摸着后颈，随后突然灵光一闪，这个东西会不会和赵铁山有关？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总感觉哪里不太对，而且当时他情绪激动，我扶了他一把，我今天只跟他有亲密接触。闻言，林州立马换上讨好的笑脸看向我。向指挥使，我刚派人去查了，赵铁山住在城郊的幸福村，麻烦您带着3人小队再去一趟呗。我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我困了，要去睡觉了。林州只好拿出他的杀手锏，如果你解决了这次事件，我给你买小猪佩奇全家桶怎么样？于是我立马带着3人小队前往幸福村。我们按照地址找到了赵铁山的家。林州上前敲门，无人应答。就在这时，隔壁院子一个妇女探出头来。你们是谁呀？随即林州亮明身份，我们是异能局的，来调查点情况。闻言，妇女神色更加热情。老赵头这几天不在家，你们想知道啥问俺也一样。她不由分说的把我们往院里推。
同志，你们想了解老赵头啥情况呀？林州组织了一下语言。他最近有什么异常吗？或者说他的驼背一直那么严重吗？妇女立刻回答。他一直就那样，从来没支起来过。正说着，一个女孩端着茶盘走出来，妇女笑眯眯地搂住女孩，这是俺闺女小芳。然而当林州看清女孩的脸时，整个人瞬间愣住了。眼前的女孩长得与之前一个失踪的女孩一模一样。于是林州缓缓摸向腰间的装备。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妇女和小芳脸上的笑容丝毫未变，反而显得更加诡异。同志，您紧张啥呀？俺们给你们变个魔术助助些。不等我们几人反应过来，只见妇女和小芳同时抬起手，缓缓转动自己的脑袋。下一刻，她们的身体迅速生长出浓密的黑毛，转眼间变成了2只怪物。眼前这一幕让林州等人措手不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快撤！话音未落，那2只怪物已一跃而起，向众人扑来。见状，步英俊五指一伸，竟变成了植物根须，死死缠住了2只怪物。随后，李大壮纵身骑到怪物的肩膀上，抡起一套组合拳就对着他的脑袋乱捶。宋小馒头也不含糊，对着剩下的那只怪物猛打。而此时的我依旧坐在椅子上看热闹。这魔术变得可真好看，还附赠了打斗画面。很快，那2只怪物便在围攻下晕死过去。宋小馒头擦了擦头上的汗，这个村子果然有问题，肉瘤不知道寄生了多少人，整个村子可能都变成了怪物。这件事得尽快向局里汇报。说完，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惊悚的东西，直愣愣地僵在了原地。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院子中间不知何时竟站着一头巨大的老母猪，而它身上长满了人脸肉瘤。众人见状，只觉头皮发麻。就在这时，高大母猪发出一声嘶吼，4腿一蹬，直奔我们撞来。我一个侧身，轻松躲过。这佩奇的伙食可真好啊！母猪见我轻易躲开了他的攻击，他立即调转方向，冲着宋小馒头等人穷追不舍。一时间，他们只能狼狈逃脱。上演一出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步英俊很快就被大母猪追上，他吓得直接破音了：“救命啊！我不想英年早逝啊！”见此情景，我直接从怀里拿出滋水枪，对准了步英俊身上的大母猪。系统强化已启动，滋水枪变成附魔能量炮。只见滋水枪周身忽然亮起一焰，枪身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瞬间变成了一门闪烁着幽蓝色光芒的附魔能量炮。随即我扣动扳机，一道凝实的激光精准地打在母猪身上，直接将它打得爆裂开来，化作一捧黑灰随风飘散。见此一幕，宋小馒头等人当场石化。李大壮第一个反应过来，这也太酷了吧！一招就拿下他了，这是什么招数啊？闻言，我吹了吹水枪，我这叫用魔法打败魔法，用佩奇打败佩奇。此刻林州也从废墟里爬了起来，我好奇地看向他，你咋一点事都没有呢？我以为你这年纪被撞一下就得进 ICU 呢。听到这话，宋小馒头没忍住笑出了声。林队长是甲虫类觉醒者，能力是硬化皮肤，防御力很强的。就在林州想说2句场面话挽回尊严时，赵铁山佝偻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口，他冷冷地看着我们。听说你们在找我。经过刚才的战斗，林州深知现在不是跟赵铁山硬碰硬的好时机，于是他立刻换上谄媚的笑脸。大爷好，我们是社区送温暖的，听说幸福村条件比较艰苦，特地来看看您有没有什么需要的。闻言，赵铁山一步一步向林州靠近。我想要你的命。话音刚落，他便一脚踩在林州后背上，力道之大让周围土地都陷入几分。林州身上瞬间泛起一层厚重的黑色光泽，只见赵铁山一脚重重地跺了下去，直接就让林州毫无还手之力。现在异能局的人都这么弱了吗？不过植物系觉醒者倒是少见，你就成为我的养料吧。说完，他便朝着步英俊走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直接抽出滋水枪射向他的面门，赵铁山立即闪避开来，却仍被擦中了左肩，顿时血肉翻卷。我缓缓走到他的身前，此路不通哦。说完，我再次举起手中的滋水枪，对准他的头颅直接扣动扳机。下一秒，剧烈的爆炸声响起，赵铁山整个人被气浪掀翻在地，倒在那里一动不动。几人脸上立即露出激动的神色，而我却上下打量着赵铁山，心中隐隐觉得不对，总感觉他没死干净。果然，下一秒，他嘶哑的声音在烟尘中缓缓响起：“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话音刚落，他受伤的部分开始迅速愈合，原本佝偻的身体彻底站直，身后又冒出了2个脑袋，身体也变得健壮起来。见状，我再次扣动手中滋水枪，又一道激光炮发射而出，但3头赵铁山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原地。我不解地寻找着他的身影，这不科学啊！刚才还是个老年人，怎么一转眼就变身超级赛亚人了？而宋小馒头却在这时展开光翼向我冲来，可惜还是晚了一步。赵铁山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侧面，砂锅大的拳头同时朝着我的帅脸袭来，我整个人被拳风震得倒飞出去，直接撞到红砖墙上，脑袋狠狠磕在上面，很快便眼前一黑晕了过去。这一幕顿时让林州火冒三丈，他不要命地向赵铁山冲去。我要杀了你！赵铁山只是轻描淡写的抬手，就一拳将林州打飞了回来。赵铁山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你们异能局还是老样子，没见过世面，不就是死个了人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而且那小子死应该怪你们自己，没事非要来我们组织的实验基地干嘛？闻言，步英俊忽然想到了什么。你是流亡组织的人。赵铁山欣赏地看了一眼步英俊，没想到你还挺有见识。没错，我们组织最看不上的就是你们这些天天喊着要拯救世界的觉醒者。既然老天让大家觉醒了能力，那为什么不干点让自己快乐的事呢？步英俊双眼通红地看着他，你口中快乐的事就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吗？听到这话，赵铁山双手一挥，真是吵死了，你还是去死吧。就在他准备捏碎步英俊脖子的瞬间，我慢悠悠地从他身后走来。我允许你动我的人了吗？听到我的声音，在场所有人皆是一愣，随后林州激动地抱住了我。太好了，你没死，不过怎么感
感觉你不太一样了。此时的我再也没有以前那种清澈的愚蠢。就在刚才，那阵猛烈的撞击竟意外把我的脑子给撞灵光了。我回忆起自己被车撞成智障的记忆，不禁扶额苦笑。老子的一世英名啊！就在这时，系统突然上线了。宿主，你终于醒了，本系统太感动了，你都不知道我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系统自带的新人大礼包，智障宿主一直还未领取，请问聪明宿主现在要领取吗？闻言，我毫不犹豫地点击了确认。系统奖励兽魂觉醒已到账，合作愉快。话音刚落，一股凶悍的气息便从我体内散发而出，额头与脸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瞳孔也在瞬间收缩成菱形。与此同时，手腕上的检测手环也散发出耀眼的红光。见状，林州顿时瞪大了眼睛。这是 SS 级，自从全球变异以来，我还没见过3S 级别的觉醒呢。一旁的赵铁山却认定我是在装神弄鬼，立即捏紧拳头向我打来。而我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菱形瞳孔中凶光一闪，赵铁山的铁拳在我眼里慢的就像是在打太极，我只是随手一抬，就稳稳握住了他的拳头。赵铁山脸色骤变，他慌张的想要挣脱，却丝毫动弹不得。随后我五指发力，猛然一转，就将赵铁山整条手臂都扯了下来，另一只手同时轰向赵铁山前胸。只听一声闷响，赵铁山胸骨凹陷并倒飞了出去，还不待他落地，我身形一闪便出现在了他的上方，随即抬腿一脚跺了下去，地面应声塌陷出一个深坑。此刻的赵铁山躺在坑中间，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只剩下满眼的惊恐与不解。你到底是谁？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我没有回答他的疑问，而是直接伸手抓住了他的头，猛然一握将其捏碎。随后我手中便出现了一枚红色晶体，一股能量顺着掌心流入身体，很快晶体便化作粉末随风消散。此时远处的林州四人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如此暴力的场面他们还是第一次见。顾英俊轻轻拽了拽林州的袖子，队长，向南这是在干什么？林州神色凝重地看着我的背影。我听说高级觉醒者会吞噬低级觉醒者的能量，从而实现自我复苏，看来向南要比我们想象中的厉害多了。话音刚落，李大壮就兴奋地朝我跑来。向南，你不傻了？看着众人的目光，我微微一笑。当然了，不会真有人觉得我是沙雕吧？谁知下一秒画风突变，我突然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径直朝吉普车走去。汽车人变身。见状，四人直接傻了，他们立马带我返回了研究所。不久后，在异能局研究所里，我的身上再一次插满了各种仪器，而检查结果也再次证明了我不是觉醒者。对于这个结果，林州百思不得其解。不可能啊，咱们可是亲眼所见的，那股力量只能是3S 级觉醒者释放的。想到这，林州灵光一闪，难道向南只有在清醒的时候才能触发觉醒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以后我们得更加保护向南的安全了。闻言，宋小馒头满脸不解。为什么？他那么厉害，还需要我们保护吗？林州的表情却前所未有的坚定。你们想想，向南可是高级觉醒者，他可以吞噬别人，但在更高级的觉醒者眼里，他同样是被吞噬的对象。尤其是他现在又变成了智障，以后要面临的危险只会更多。闻言，众人转头看了看正玩手指傻笑的我，一时间都陷入了沉默。由于幸福村的事件圆满解决了，林州决定带着大家饱餐一顿。酒足饭饱后，我的膀胱发出了抗议，于是我便一个人拐进了卫生间。我刚解决完大事，就听到旁边隔间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我立即轻手轻脚地走到那个隔间门口，透过门缝看见里面一男一女正姿势暧昧地靠在一起。我刚要捂紧眼睛避免看见辣眼睛的画面，然而下一秒，那女人的脸上突然青筋暴起，对着男人的脖子狠狠咬了下去。男人只是身体僵硬地抽搐了几秒，便彻底没了声息。见此一幕，我瞬间没了兴致。原来不是在做什么不可描述的事，而是在吃人啊！没劲。随后我便走出了卫生间，林州见我出来，立马上前。怎么这么久？你要是再不出来，我要去捞你了。闻言，我无聊地打了个哈欠。里面有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在搞吃播，只不过吃的是个男人。我看了一会儿才出来晚了。话音刚落，林州脸上的笑瞬间消失，他立即转身推开了女洗手间的门。门打开的瞬间，红衣女人就朝着林州扑了过来，而林州一个擒拿就将她按在了墙上。这时宋小馒头三人也冲了进来，配合林州铐住了女人的双手。林州顿时松了口气，随后他转头看了看我，你这吸引魔兽的体质也是没谁了。江户川有柯南，我们江东市有向南，有你是我们的福气。我以为林州在夸我，便笑眯眯地回了句：“这是你应得的。”很快，我们便将红衣女人带回了局里。原来这女人是吸血鬼，外来物种的入侵立刻引起了局里的重视。林州立马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一整晚的审讯，他交代自己是被远创集团董事长孙彪感染的。宋小馒头一听这名字就皱起了眉，是那个在财经杂志上天天刷脸的年轻富豪吗？林州点了点头。孙彪一直在利用超自然力量进行不正当的商业竞争，只用了半年时间就让远创集团资产破1000亿，而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向氏集团，也就是向南的父亲。听到这，我立马抬起来。我在家里的电脑上见到过他，他是坏人，我要去消灭他。就在这时，熟悉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又变成了智障宿主，但是本统支持你，已做好随时供应的准备。有了系统的支持，我更是信心满满，转身就走出了异能局。见状，林州四人立马跟上。没多久，林州就收到了林大西瓜发来的定位。有人说孙彪的车停在远创大酒店，他已经在酒店住了好几天了。闻言，李大壮立马往远创大酒店开去。当我们到达包房后，就见到一个女人正对着孙彪撒娇。彪哥哥，你什么时候答应做我的男朋友啊？孙彪嘴角轻轻勾起。我听说你之前追了向南2年，现在怎么转换目标了？听到这话，女孩微微皱眉。
那个向南就是个智障，怎么能跟彪哥比呢？不过彪哥，你打算什么时候收购向氏集团啊？孙彪轻抿了一口酒，快了，最多1年时间。闻言，我立即想起了爸爸的病，我再也忍不住，径直走到了孙彪面前。你就是孙彪？那个女孩轻笑一声，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智障向南啊！就你现在这样子，也配找我彪哥？我懒得跟他废话，直接看向众人。我找他，因为他是被感染的怪物。我这话一说出口，周围顿时一阵哄堂大笑。智障竟然还知道怪物呢，真是搞笑！智障，快回家看动画片吧，别在这浪费我们的时间了。然而我却懒得理他们，自顾自地从怀里掏出水枪。系统强化已启动，自水枪注入净化圣水，可使魔怪显形。随后我面无表情地扣动了扳机，一股晶莹的液体精准射了孙彪一脸。下一秒，孙彪脸上的皮肤竟开始腐烂，只见他的脸上青筋鼓起，嘴里也长出了2颗獠牙。见状，原本哄笑的众人瞬间安静下来，那女孩更是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彪哥真的是怪物？听到这话，那群富二代全都慌张地往外跑，而孙彪已经锁定了离他最近的女孩身上。女孩立即爬到我脚边求饶：“向南，求你救救我！”话音刚落，就被孙彪拽了回去。你不是说要当我女朋友吗？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说完，他就张开大口咬断了女孩的脖子。见状，我只是摇了摇头。你笑我是智障，我笑你死得快。扯平了。吸完女孩的血后，孙彪转身向我扑来，我又迎头给了他几水枪，净化圣水淋在他的身上，瞬间冒起刺眼的白烟，痛得他发出凄厉的惨叫。我嫌弃的撇撇嘴：“你太弱了，一点都不好玩，还是快点解决战斗吧。”我顺势抽出玩具金箍棒，反手抽在了孙彪的侧脸上，他的脑袋猛地一歪，整个人横飞了出去，重重砸在了包厢的墙壁上，随即像烂泥一样瘫倒在地，彻底晕死过去。这件事情结束后，异能局的领导对我们小队刮目相看，还奖励了我们一批经费。就在我们研究如何嗨皮的时候，林大西瓜走了进来。向南，你爸来看你了。我抬头看了一眼，吸引力还不如我手上的遥控车，于是我又低头玩了起来。见状，向长风微微一愣，但也没当回事。儿子，爸这次来是有2件事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见我没有反应，向长风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经过医生检查，爸爸的病已经痊愈了，你说这是不是医学奇迹？听到这我才抬起头。那好消息呢？向长风刚要开口，突然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此时林州走上前：“向总，您的病应该是向南治好的，而且您也不用担心商业竞争了，孙彪也已经被向南干掉了。”之后林州把最近发生的事跟他讲了一遍，向长风当场痛哭流涕。我的儿子终于长大了。随后他走到我身旁：“儿子，还有一件事，你二姨从外地回来了，想看看你。”闻言，我敷衍地回应了一句：“不回，2个都是坏消息。”随即向长风立马补充：“你表妹许媛也来了。”我立马扔掉了手里的遥控车：“快走，现在就回家。”因为许媛的到来，豪华庄园里其乐融融。向长风宠溺地看着许媛：“没想到你已经长这么大了，快要上大学了吧？”闻言，许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已经考上江东大学了，过几天就去报到。对了，姨父，像表哥这种情况，我建议他跟我一起上大学，这样能加快他的恢复速度。”向长风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也这么想过，最近正在疏通关系，如果楠楠真能上大学，还得麻烦你照顾了。现在趁着还没开学，你先跟楠楠出去玩几天吧。”随后我就陪着许媛去了游乐场，在路上，我拉着许媛的手给她科普佩奇家族。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突然走到我旁边：“帅哥，可以认识一下吗？”系统扫描，该女子为 B 级植物系觉醒者，可释放香气迷惑心神，请宿主快快远离。闻言，我转头打量了对方一眼，跟林大西瓜不遑多让，于是我忽略了系统的提示。好呀，我最喜欢交朋友了。小袁，你先回家吧，我要跟这个大西瓜一起玩。女人听到我的回答，嘴角扬起一抹笑容。见许媛走远后，她便释放出气体，打算将我控制住。系统检测到迷幻气体，已为宿主自动隔离，并开启空气净化模式。然而我的目光却直勾勾地盯着某处，这女人穿着露脐装，配着超短裙。随即我一个巴掌拍了上去，手感一般，比林大西瓜还是差了一点点。女人瞬间瞪大了双眼，显然没想到我会如此大胆，再次加大了气体释放的剂量，她的声音也随之变得愈发甜蜜。姐姐带你去个人少的地方玩啊，你想玩什么姐姐都陪你。说完，她还故意扭动了一下身子。闻言，我眼睛都亮了。太好了，那我们走吧。不久后，女人看着眼前的一堆小猪佩奇玩偶，彻底绷不住。你就想玩这个吗？我连忙拿起了佩奇妈妈。对呀，猪妈妈特别温柔呀，我最喜欢了。女人再也忍不住了，拽着我就往前方的吉普车走去。只见副驾驶一个男人将脖子伸出窗外。小杰，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带个智障能有多难啊？这时系统声音响起。系统扫描完毕，目标为 B 级兽魂系乌龟类觉醒者，防御力较强。那个叫白洁的女人嫌弃地瞪了男人一眼。下次你们自己去，老娘可不去了。也不知道老大为什么对这个智障这么重视，竟然让咱俩一起来。别废话了，赶紧带他去见老大吧。闻言，那个男人露出一抹猥琐的笑。别急，我给异能局那几个人发个短信，到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说不定咱俩的地位就能往上挪挪了。我一直在旁边听着，这时才恍然大悟般拍了拍手。你们这是在跟我玩绑架的游戏吗？随即我摸向腰间，迅速拔出了我的玩具手枪，对准他们。不许动，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见状，男子哈哈大笑起来。小杰，这个智障还挺有意思，我都舍不得把他交给老大了。就在他们相互调笑的时候，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
系统强化已启动，玩具手枪成为爆裂之枪。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下一秒，一道刺眼的火舌从枪口瞬间喷涌而出，直接炸在了白洁的胸膛上。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胸口那个焦黑的大洞，然后整个人便软软地倒了下去。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旁边的男子大惊失色，他立马飞身一跃躲出车外，但我没有给他机会，抬手对准他的方向又是一枪。只见男子身体泛起一阵浓郁的绿光，迅速形成一副龟甲虚影，堪堪挡住了这致命的攻击。目标启用高阶防御魂技，系统再次强化，玩具手枪升级为爆裂加穿透之枪。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我再次扣动扳机，这一次耀眼的火光没有丝毫停滞，直接穿透了他的龟甲防御。那男子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便倒了下去。没过多久，收到消息的林州等人急匆匆地赶到了现场。小南，你没事吧？绑架你的人呢？闻言，我指了指后面狼藉的战场。林州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很快便发现残破不堪的尸体，嘴角不由抽搐了一下。这是谁绑架谁啊？不过这件事也彻底验证了林州之前的猜想，我确实被某个不明势力盯上了。于是林州立即下令在2名绑匪身上搜索证据，很快在那个龟甲男的手机里有了发现。手机没有锁屏，页面停留在一个未完全关闭的网页浏览器窗口，最顶端是一个标题：黑暗悬赏令，赏金10亿，目标向南，江东市艺能局第3小队成员，悬赏要求拿下向南的人头。看完网页上的内容后，林州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声音凝重地发布命令：立刻封锁现场，所有物品带回局里，立刻向局里汇报。随后他看向还在好奇打量四周的我，心中沉甸甸的。于是接下来的几天，林州都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而全局上下也因为这次事件而气氛紧张。在对物证进行紧急分析后，林州立即召集众人召开了会议。经调查，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绑架行动，袭击者来自国际觉醒者犯罪网络流亡组织。有人通过这个网络对向南发布了悬赏公告，虽然发布者是匿名发送，但我们的情报分析员追踪到了资金流向和部分 IP 痕迹，最终指向了一个代号掠食者。想要找到真正的掠食者，我们可以先从一个叫赵烈的小头目入手。另外，已确认这次绑架的流亡组织窝点就在我们江东市西城区。我虽然听不太懂掠食者这些词，但绑架2个字我可听明白，这不就是前几天玩过的游戏吗？我顿时兴奋起来。太好了，又有的玩了。这时林州宣布了接下来的计划，说是要分批刺穿变装行动，以免打草惊蛇，而我们第3小队将作为第一批出发。这个安排可太合我心意，我当即就有些急不可耐。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一条鱼龙混杂的街道旁，林州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流亡组织分部就在附近，大家小心点，先观察情况，不要打草惊蛇。然而他话音刚落，目光就被不远处一排衣着暴露的女人给勾了过去，而我也觉得干坐着有些无聊，索性也跟着林州下了车。我刚一站定，出众的样貌便立刻吸引了街边不少女人的注意。就在这时，我脑海里响起了系统提示音。系统扫描已完成，前方女子均为吸级吸血鬼感染体。我悄悄靠近失了魂的林州，好看吗？可是他们都是吸血鬼哦。闻言，林州顿时瞪大了双眼。那我还是回车里观察吧。说完，他就灰溜溜地跑回了车里，而我则朝着人最多的地方走去。没走几步，我就发现这热闹的源头是一个灯红酒绿的酒吧。我突然想起之前会议上林州提到过，流亡组织的窝点很可能就在这种地方。于是我抬脚便走了进去，转头看向旁边一个打扮妖娆的女人。美女，你知道赵丽在哪吗？那女人发现我是个气质干净的大帅哥后，眼神一亮。我知道啊，我和赵哥关系可好了，曾经还陪他喝过酒呢。我一听有戏，立刻追问：那你能带我去找他吗？女人掩嘴笑了起来。看你这样子，应该是新来的，姐姐倒是可以帮你引荐引荐。我顿时大喜过望，那咱们赶快去吧。说罢，我便跟着女人朝一个通往地下的楼梯走去。但我们还没走几步，便被一个把守楼梯的男子拦了下来。站住！你们是什么人？女人吓得后退了一步。这位大哥，我是来找赵哥的，今天特意为他引荐个人。那男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放行了。进到赵丽办公室后，只见屋里坐着个染着黄毛的青年，正敲着2郎腿刷手机。女人先是对他鞠了一躬，然后赶紧对我使眼色。这位就是咱们赵哥了，快点打个招呼呀！闻言，我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塑料玩具枪，直直地指向了赵丽。女人当即愣在了原地。你干什么呢？我抬了抬下巴，看不出来吗？当然是干掉他了。而一旁的赵丽缓缓抬起头，显然她已经认出了我。果然是个智障啊！你这是来千里送人头吗？对于他的嘲讽，我没废话，而是直接扣动了扳机。系统强化已启动，玩具手枪变为能量激光炮。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道激光爆炸开来，将赵丽连人带椅子直接炸飞出去。紧接着我连续扣动扳机，如同卵打地鼠一般，整个办公室仿佛被炮火离了一般。赵丽被炽热的火焰包裹，立刻扯着嗓子呼救：“外面有没有人啊？救命啊！”就在这时，林州和宋小馒头冲了进来，二人神色焦急。可当他们看清房间里的景象时，两人直接就宕机了。只听林州弱弱的开口：“小南，你没事吧？”然而我懒得搭理他，只是不断的扣动着扳机，一道道激光束跟不要钱一样，对着赵丽就是一顿烧烤。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股蛋白质烧焦的香味。片刻后，赵丽像条死狗一样趴在地上。就在我要彻底解决她的时候，林州终于一把拦住了我。别冲动，得留活口。他可是 S 级觉醒者，流亡组织的头目，嘴里肯定知道很多机密。然而就在林州准备开香槟庆祝的时候，一股冰冷刺骨的凶戾气息猛然从门外倒灌进来。
紧接着，外面走廊里接连传出几声短促的惨叫，随即世界便彻底安静了。我感觉有更大的热闹可以看了，就立马朝门口跑去。没想到走廊里横七竖八的躺满了尸体，其中不仅是流亡组织的人，也包括我们异能局的同伴。见状，林州满脸震惊，怎么会这样？只见走廊尽头静静站着一位青年，一步步朝我们走来。真是一群废物，还得让我亲自出手。闻言，林州瞳孔骤缩，你就是掠食者。英飞嘴角勾起，算是默认。我观察了几天，发现这些废物连给你制造麻烦都做不了，反而让你玩得挺开心。看来智障只是你的伪装，你身上肯定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不过没关系，亲手捏碎谜底总是更有趣。就在这时，系统准时响起。系统扫描已完成，目标为 SSS 级疾风暴熊兽魂觉醒者，力量与速度的完美结合体。警告，这次宿主真的要小心了。英飞向前踏出一步，一股力量瞬间压下，随即林州闷哼一声，几乎被按倒在地。这不可能，你怎么会是 SSS 级的觉醒者？闻言，英飞冷冷地看向我，我的目标从头到尾都只是你。至于你的这些同事看到了不该看的，也只能一起清理掉了。毕竟在新的秩序建立前，旧世界的蝼蚁还是少一些为妙。话音刚落，他的身形开始变得模糊，下一秒便如鬼魅般直扑我而来。见状，我瞬间开心了起来，终于轮到我了，我都要无聊死了。系统，出来干活了。下一秒，系统疲惫的声音传来。检测到超规格致命危险，紧急应对协议启动。玩具手枪最终形态解锁，概念抹除枪权限临时开放。注意，能量仅支持一次发射。与此同时，我手中的玩具枪形态发生了变化，枪身流过光芒，随后一个微型的灰色漩涡在枪口成型，并散发出虚无的气息。英飞前冲的身影猛地一顿，他来自顶级兽魂的直觉在此刻发出了警报，而我只是看着突然停下的英飞，眨了眨眼，然后按照系统的提示再次扣动了扳机。没有巨响，只有一道细微的几乎看不见的灰色光线从枪口射出，瞬间没入了英飞的胸膛。时间仿佛静止了一秒，英飞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胸口，那里没有伤口，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兽魂本源正在迅速消散。这不可能！他脸上的狂傲和冷漠第一次破碎，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害怕与茫然。他试图调动力量阻止这一切，却发现力量也在流失的范畴内。他身上原本正在自动愈合的伤口也忽然停滞下来。就在这时，一股凶狂的气息自我身体迸发，脑海中系统声音响起。检测到宿主即将进入觉醒状态，宿主终于又恢复正常了。本统感动的想哭，系统的声音刚落，我身上暴涨的气势已经引得周围的惊呼。又一个3S 级觉醒者！天哪，我没看错吧？这是幻觉吗？林州激动万分的声音也传了过来。太好了，他终究还是来了。此时我摇晃着站起身，只觉得视野中的一切都变得不同了。我重新打量了一遍眼前的英飞，随即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就这？英飞死死地盯着我。你身上果然有秘密，只要将你吞噬，我的实力肯定会提升不少。话落，英飞便抬拳向我打来，而我连躲都懒得躲，直接一拳迎了上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他的手臂瞬间传来了清脆的骨裂声。他一脸惊骇地看着我，旋即再次挥拳。见状，我猛然抬腿踢了过去，他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便倒飞了出去，接连撞塌了2面墙壁后，才重重地倒在碎石堆里。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英飞，此刻狼狈不堪，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见到这戏剧性的一幕，一旁的宋小馒头满脸都是不解。不对啊，他们不是平级的吗？向南怎么会强这么多？而林州则直勾勾地盯着我，似乎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此时的我再次抬起手，准备结束英飞的性命。或许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他竟放弃了挣扎，只是死死地抓着我的衣角。你为什么会这么强？我一拳砸下去的同时，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因为3S 级是检测手环的上限，而不是我的上限。下一秒，英飞的头颅瞬间爆裂，一颗红色晶体从中掉了出来。我心念一动，那晶体便化作一股纯粹的红色能量，缓缓流入我的掌心。系统声音随即响起。恭喜宿主成功狩猎 SSS 级疾风暴熊，速度与力量获得少量提升，当前复苏程度5%。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这场战斗也落下了帷幕。林州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片刻。向南，你没事吧？而我的面色异常阴沉。我有事，而且很严重。林州面露担忧，往前挪了小半步。你怎么了？不会是哪里受伤了吧？我伸手一指被踩碎的玩具手枪，顿时委屈的大哭起来。我的玩具被踩坏了。见状，林州瞬间明白了，这是我的智障人格又开始顶号了。他连忙拍了拍我的肩膀。不哭不哭，一会儿我再给你买新的。闻言，我顿时不哭了，甚至有点想笑。第二天，一则报道引爆了整个龙国。本台报道，流亡组织小组头目英飞已被人击杀，扰我龙国者必诛之。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有多强大，胆敢来犯我龙国，必将付出血的代价。消息一出，举国欢腾。与此同时，我刚回到异能局，张主任便立马满脸笑容地朝我迎了过来。向南，我代表异能局全体成员，感谢您为维护江东市秩序做出的杰出贡献，特此为您颁发顶级荣耀守序者勋章1枚。有了这枚勋章，你可以自由出入龙国任何地方，所有异能局或公职人员都要无条件配合，同时你享有对其的指挥权，属于龙国最高级权限。听完这番话，我顿时非常开心。虽然没太理解指挥权是什么，但我知道以后能想去哪就去哪了。我美滋滋地接过勋章后，张主任却收起笑容，一脸正色地看着我。向南，我觉得你的天赋很强，但天才不努力也有落幕的时候。我建议你去龙国学院系统的学习一下。我好奇地眨了眨眼睛。龙国学院是什么？能吃吗？张主任摸了摸我的头。
龙国学院是专门训练觉醒者的地方，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虽然龙国学院招生考核是极为严格的，但是你可以直接特招入院，通知书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闻言我有些惊讶，但想到是好玩的地方，还是接过。几天过后，我按照地址走进了龙国学院的大门，对眼前的一切都觉得无比新奇。没走多远，前方就传来一阵阵沉重的打击声和喧哗声。我见那人最多便连忙跑了过去。你们在干嘛呢？好不容易挤进人群后，我才发现中间围着不少年轻的觉醒者，在人群前方处摆着一个测力器，旁边坐着一位胡子男老师。还有没有考核的啦？你们搞快点！一拳力量超过500公斤，第一项就算通过了。话音刚落，一位青年鼓足勇气站到测力器前，随即暴吼一声，抬拳打了上去。只见测力器上的数字一阵狂跳，最终停在了250公斤。看到这个数字，周围人顿时忍不住哄堂大笑。这个数吉利啊！就是，还不如我呢。胡子男老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快走快走，这实力也来考试，回家养猪去吧。还有人要考核吗？没人的话，我就收摊了。”就在大家都面面相觑的时候，我却兴奋地举起了手，让我也打一下。说完，我便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到测力器前。大概是很少见到像我这样一脸轻松、完全不紧张的人，周围的人眼神里竟多了些许期待。只见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往自己小小的拳头上哈了2口气，然后软绵绵地打了上去。只听咔吧一声，一声轻微的骨节响动，我连忙将手缩了回来。好痛啊！什么玩意这么硬？测力器上的数值最终停留在40公斤。见状，人们直接笑喷了。哈哈哈，40公斤，这家伙是来搞笑的吧？就连那胡子男老师也直接看无语了，冲我没好气的摆了摆手。小子，你是来逗我的吧？赶快回家吧，别让我看见你。原本考核失利的几人顿时幸灾乐祸起来。原来我250不是最低的，咱们得感谢这兄弟，他是来救场的。我现在一点都不丢人了。听着周围的嘲笑，我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们一眼，反而将手伸进怀里掏了掏，拿出一张写着特招入院的录取通知书。我真的要回家吗？就是不知道艺能局会不会同意呢？看到特招2个大字，胡子男老师当即瞪大了眼睛。你特招入院来考什么试啊？我得意的手舞足蹈起来。我有通知书不进去。哎，就着玩，你们继续考吧，我走了啊。望着我离去的背影，之前嘲笑我的那些考生当场石化。第2天分班后，我找了个中间靠窗的绝佳位置坐下。刚坐稳没多久，一个男生鬼鬼祟祟的坐在了我旁边。兄弟，我叫黄凯，看你也是同道中人，我整理了1年级新生校花排行榜，只要98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而且里面有李慕雪的独家资料，那可是国民女神啊！我瞥了一眼她手里的排行榜封面，顿时失去了兴致。什么啊？还没有我的佩奇好看呢！不要不要！就在黄凯还要继续劝说的时候，原本有些嘈杂的教室突然安静了下来。只见一个光彩照人的女生在众人的簇拥下走了进来。见状，黄凯连忙激动地用胳膊肘对了对我。兄弟，我没骗你吧？看看这长相，看看这大长腿。此时李慕雪只是淡淡的扫视了一圈教室，便径直向我们这边走来。眼见女神离自己越来越近，黄凯连忙手忙脚乱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兄弟，没想到开学第1天我的桃花运就来了。他肯定是看上我了。但下一秒，李慕雪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这位同学，能麻烦您让一下位子吗？我想跟这位同学坐一起。说完，他再也没看黄凯一眼。黄凯狠狠瞪了我一眼，最终还是走到了后面的位子。此时教室里的同学差不多都到齐了。随后一位中年人走进来。大家好啊，我是学院的赵主任，今后也是你们的课任老师，大家都到齐了吧？那现在我们开始正式上课。他话音刚落，门就被推开了，一股莫名的凉意瞬间席卷了整个教室。身边好几个同学都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我抬头望去，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低着头的女孩。我身旁的同学也在此时凑了过来。她是季云清，快别看她，会倒霉的。闻言，我的心中顿时了然。原来她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厄运招灵体。据说任何与她产生交集的人都会厄运缠身，只有运气逆天的天选之子才能幸免。讲台上的赵主任表情变了又变，最后努力挤出了一个和蔼的笑容。云清啊，我知道你的事情，但来到龙国学院，我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温暖，成功融入这个大家庭。说完，赵主任紧张地扫视了一圈教室，似乎在确认有没有发生什么不祥之事。就在这时，头顶突然传来嘎吱刺耳的断裂声。赵主任下意识抬头，只见棚顶的老旧风扇直直地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中他的面门。他惨叫一声倒在地上。见状，我在座位乐得直拍大腿，可算有个热闹看了。学校果然好玩。而一旁的赵主任颤颤巍巍地走到讲台上，再也不敢看纪云清一眼了。随后给大家讲起了一遍起源。这时坐在我后排的黄凯用笔帽子从我后面。兄弟，你跟李慕雪到底啥关系啊？他为啥专门找你做？我头也没回地回答他，没啥关系，他非要做我女朋友，我没同意。好烦啊！闻言，黄凯嘴角抽搐。是挺烦的。话音刚落，张宏达校长推开前门走了进来，他的目光径直落在了我的身上。向南同学，你好啊！我循声看去，你一定是哪位同学的家长吧？听到我的问题，李之行连忙笑着摆了摆手。不是，我是龙国学院的校长。闻言，我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校长应该是学校里最大的官了吧？一听这话，李之行立刻骄傲地拍了拍胸脯。那是当然。学校里的大事小情全都是我说了算。我听完他这番话，拍了拍他的肩膀。好，那以后我就是校长了。此言一出，李之行差点没一口气背过去，就连后方的黄凯都忍不住悄悄冲我竖起了大拇指，显然对我这波操作佩服的五体投地。李之行深吸了一口气，最终只能无奈地看着我。好，从今天起，
你就是校长了。对于这个结果，我满意的点了点头。到了晚上，我刚回到宿舍，父亲像长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儿子，在学校怎么样？还适应吗？吃的好不好？有没有人欺负你？面对父亲的连珠炮，我拿着电话点了点头。挺好的，我已经当上校长了。我说完这句话，电话那头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过了好几秒，才传来父亲有些发颤的声音。什么？你说你当上什么？我依旧用稀松平常的语气回答他：校长啊，就今天早上，原来的校长把位置让给我了。不跟你说了，我要去洗澡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刚入座就闻到一股香味，随即一份奶油蛋糕就被推到了我面前。我转过头看见了正对我微笑的李慕雪。吃吧，我特意早起做的。虽然我不太明白他到底有什么目的，但鼻尖的香气实在太过霸道，我根本受不了这种美食的诱惑，便毫不客气地拿起叉子吃了起来。见我开吃，李慕雪便拄着下巴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就在这时，他又拧开一瓶水递了过来，来，喝点水吧，别噎着了。周围的同学看见这一幕，彻底绷不住了。我甚至听到了后座的黄凯双手撕扯头发时发出的抓狂低吼。恰在此时，上课铃声也随之响起，李之行几乎是踩着铃声推开门走上讲台。他清了清嗓子，今天的课由本校长亲自给你们上。这一节课我们不学理论，而是要实践如何使用魂器。听到这勾起了我的一丝兴趣，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只听他继续介绍，想必大家也听说过，关于魂器使用方面，我正是创始人之一，所以没人比我更懂魂器。因为魂器的使用波及范围较大，我们在体育馆前集合。很快我就跟着大部队来到了体育馆。体育馆中间竖立着10余个合金长方体，我好奇地走上前敲了敲其中一个，随即就被坚硬的触感疼得缩回了手。这时李之行走到旁边的架子上，取下一柄寒光闪闪的唐刀，高举起来展示给众人。同学们，这就是魂器。此刀名为斩钢刀，因为它里面镶嵌的魂晶是 B 级，所以也是一把 B 级魂器。所谓催发魂器，就是要用我们的灵魂之力引动魂器中魂晶的力量。话音刚落，只见李之行双眼紧闭，刀柄上的魂晶随之亮起，只听一阵尖锐的破风声响起。李之行已将长刀挥下，但前方的乌钢柱却没什么变化。就在大家惊疑之时，那根坚固的乌钢柱竟从中间缓缓错过，断裂的上半部分随之掉落在地。同学们见此顿时炸开了锅，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李之行一脸得意，目光习惯性地朝我这边瞟了过来，大概是想看看我震惊的表情。可惜我正对这个体育馆的结构感到新奇，压根就没看他那所谓的神乎其技。他只好收回目光，面向众人：大家好好学习，以后也会达到我这种程度。接下来有同学想来练习练习吗？话音刚落，一位高个子男生立刻举手：我来。李之行将刀递给他，这刀非常锋利，可不要伤到自己。那男生自信地拍了拍胸脯：校长放心。他酝酿了一下，便学着李之行的样子抬手对乌钢柱斩去。只听一声刺耳的金属铮鸣过后，男生捂着被震裂的虎口哀嚎起来。乌钢柱上连一道划痕都没有。见状，同学们一阵哄堂大笑。随后同学们接二连三地上去实验，但从始至终都无一人成功。眼看同学们一个个都低头丧气，那位前校长才扭头看向我：向南，你也去试试吧。我心想这刀挺好玩，便走了上去。那就试试呗。随后我走上前，从李之行手里接过了长刀。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全场同学的目光瞬间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李慕雪更是握紧双拳为我呐喊加油，加油啊，你一定能行的。而其他同学则嘀嘀咕咕起来，能让慕雪女神倾心，我倒要看看她有啥本事。一个测力器只能打40公斤的特招生，肯定是走后门进来的。我没有理会周围的嘲讽，而是站在乌钢柱前缓缓抬起斩钢刀。就在这时，系统声音传来：系统强化已启动，斩钢刀成为裂空之刃。系统提醒，由于本次强化的是真实武器，所以威力巨大，请宿主不要误伤到自己。霎时间，我手中金光乍现，将整个刀身尽数覆盖。我低喝一声斩，随即重重的挥砍而下，一道璀璨的刀芒瞬间破空而出，首当其冲的乌钢柱直接被搅碎成了齑粉。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刀芒继续向后方喷涌而出，将后面一字排开的10余根乌钢柱接连破碎。轰隆隆一声巨响，整座体育馆都是一颤，远处的墙壁上也被划出一条长长的缺口，半面墙壁都摇摇欲坠。我一手握着刀，另一手对着目瞪口呆的众人比出个胜利的手势。成功！周围的同学们瞬间炸开了锅。刚才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啊，我可能是在梦里吧。这都是真的吗？卧槽，太强了吧！而旁边的李之行整个人也僵住了。擦，这哪需要我教啊！就在他愣神之际，棚顶碎裂的一小块石头正好掉落在他脑袋上。李之行上下左右看了看，顿时意识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尼玛，老子的体育馆啊，全毁了，这还练个啥了？下课吧！我一听下课了，便不管其他人，拎着刀就往外走。李之行转头一瞥，突然喊了一声：等等，咋还把我刀顺走了？然而我早就溜得没了踪迹。在诸多老师的教导下，同学们很快都学会了基础常识，但所有人都清楚，提升实力的核心方法依旧是吸收魂晶。所以没过多久，就到了龙国学院最有特色的狩猎时刻。为了有效提升学生的实战能力，学院特意建了个巨大的狩猎场，并且会定期往里投放变异怪。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能通过与变异怪的真实战斗来磨练自己，还可以获得宝贵的魂晶。得到这个消息后，整个学院的同学都亢奋起来。而我过得和往常一样，平日里就带着黄凯在学院里闲逛，偶尔也会和李慕雪去吃顿饭。终于日子到了去狩猎场的这一天。由于去狩猎场具有一定危险性，
所以这次由李之行亲自带队，他走在队伍最前方，回身面向众人。到了狩猎场以后，大家千万注意安全，绝对不能乱跑，而且要随时保持警惕。你们也可以自行组成小队，互相团结协作，这样不仅能保证安全，狩猎成功率也会大大提升。一路上，同学们成群结队的走着，唯独一位头发乱蓬蓬的女孩离人群很远。我忽然想起纪云清是厄运昭灵体质，因为阴气过重，所以离近了会很凉快，这倒是个避暑的好办法。于是我连忙向纪云清望去，我刚看过去，他就察觉到了我的目光。之后纪云清走得更快，我撇了撇嘴，切，真小气，蹭下空调都不让。终于走了2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狩猎场。李之行看着大家，学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里面投放些 C 级或 B 级的变异怪，让他们互相厮杀吞噬。其中一些强大的变异怪就会成长到 A 级，将这些变异怪狩猎就可以获得 A 级的魂晶。当然，一旦有变异怪达到 A 级，就必须立即将他们杀掉，否则可能会发展成不可控制的局面。走吧，咱们进去，我先带你们找一只 A 级变异怪。随后同学们紧张地跟着李之行走进森林中。一进入森林，大家立刻都不说话，只是谨慎地打量四周，生怕丛林深处忽然窜出什么东西来。我也收敛心神，眼眸不住地四处打量着。就在这时，黄凯忽然指向前方，快看呐，有个大脚印。李之行咧嘴一笑，有同学能根据这个脚印判断出是哪种变异怪吗？闻言，同学们纷纷围了过来。一个同学指着脚印，这么大的脚印，不会是哥斯拉吧？另一个同学笑出声来，你搞笑的吧？哥斯拉脚印比这还得大，所以这应该是小哥斯拉。同学们议论纷纷，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此时我上前一步，这是蛮蜥兽的脚印，犀牛变异后的一种 A 级变异兽，体重大概在3吨左右，防御力极强，弱点是后背第3节脊骨，习性昼伏夜出。按这个时间点算，他现在应该还在睡觉。李之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没错，完全正确，这里正是蛮蜥兽的领地。同学们震惊的目光立即集中在我身上，一个同学竖起大拇指，这也太强了吧！不愧是大佬啊，不仅实力强，理论也这么猛。另一个同学连连点头，就是，而且连变异兽在睡觉都推测出来了，牛批啊！恭喜宿主都学会抢答了，666。之后，在李之行的带领下，大家顺着蛮蜥兽的足迹找去。很快，前方出现一片空地，一只巨大怪兽正趴在岩石当中睡觉。李之行转身面向众人：“有同学想与他战斗吗？”闻言，同学们面面相觑，一时间无人敢上前。就在这时，纪云清走了过去：“我来吧。”只见纪云清直勾勾盯着蛮蜥兽，下一秒，他的背后窜出数道黑色怨灵向蛮蜥兽扑去，瞬间将蛮蜥兽从睡觉中惊醒。他不安地发出一声低吼，但为时已晚，那些怨灵已经钻进了他的身体。蛮蜥兽随即发出不住的哀嚎咆哮。同学们倒吸一口凉气，太猛了！蛮蜥兽根本没有还手能力。很快，蛮蜥兽身躯轰隆倒地，数道怨灵钻出来，又回到纪云清体内。李之行干咳2声，同学们看见了吧？你们也要这样狩猎变异怪。接下来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自己去找些合适的变异怪进行狩猎，最好几个人一组。他刚说完，就感觉到一阵阴风扫过，只见纪云清已蹲在地上，双眸紧闭，低声吟唱《百鬼夜行》。刹那间，无数怨灵顺着纪云清手臂钻入地面，然后咆哮着四散开来。不出多时，四面八方都发出变异怪歇斯底里的惨叫声。同学们再次倒吸一口凉气。没过多久，那些惨叫声停止了。纪云清收回所有怨灵，从地上缓缓站起身，周围所有的变异怪均已狩猎完毕。见状，我好奇地走到了纪云清的面前：“你身上真的有鬼啊？”纪云清冷冷地退后一步，离我远一点。我不满地看着他：“别这么小气嘛！刚才那些鬼去哪了？叫出来给我康康呀！”此举让同学们全都屏住呼吸，生怕下一秒我就会倒大霉。纪云清身体一颤，似乎在极力克制着什么。本统庇佑，厄运退散。我微微一笑：“你那么看着我干什么？不过你身边真的好凉快。”我的安然无恙让包括纪云清在内的所有人都惊了。一个同学小声议论：“怎么回事？我好像没倒霉啊。”另一个人猜测：“难道向南就是传说中的天选之人？”就在这时，黄凯也壮着胆子迈步上前，他来到纪云清身边，扭了扭身体，发现果然什么事都没有。黄凯顿时嘿嘿一笑：“真没事，哎，你果然是天选之人啊！”纪云清愣愣地看着我们两人，仿佛世界观受到了冲击，随即连忙转身躲开，和我们拉开了一大段距离。李之行终于从一连串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他一脸苦涩地宣布：“好了，本次狩猎到此结束，下次我给你们重新找一个狩猎场，咱们就先回去吧。”闻言，同学都面露苦涩，他们准备了1周的狩猎，就这么戏剧性的结束了。回到校长办公室后，赵主任担忧地看着李之行：“校长，我们准备了1周的狩猎就这么结束，新一批变异怪短时间内培养不起来，这可咋办呀？”李之行摆了摆手：“我打算带他们去真正的战场，不是能秒全图吗？到时候再秒一个给我看看。”闻言，赵主任面色一惊：“校长，这不合适吧？边界战场不容有失，也不是实力强大就能去的呀。就纪云清那个厄运昭灵体质，到时候咱们别没被对方打死，被自己人搞死了。还有那个向南，他那个脑子时傻时不傻，也不是很稳定啊。”李之行拍了拍赵主任的肩膀：“你就放心吧，向南肯定没问题。现在已经没时间再等了，
前线压力很大，我先带他们去个小地方试试吧。第二天，李之行迈着沉稳步伐走上了讲台。由于季云清同学实力过于强大，导致咱们上次的狩猎行动结束的过于快了，因此我决定补给大家一次狩猎场。闻言，同学们立刻嘈杂起来。是啊，练习这么久，连施展的机会都没有，我还想猎杀变异怪呢。李之行点了点头。狩猎场短期内是建不起来了。既然你们那么想杀变异怪，我决定直接带你们去边境战场。但毕竟边境比较危险，所以是自愿的。不愿意去的，就在学校继续练习。听到可以自己选择，我立刻举起手。那我就不去了，留在学校多好玩啊！李之行的表情顿时垮了下来，突然他灵光一闪：向南，您可是我们的校长啊！您不去，谁带领我们行动呀？这话算是说到我的心趴上了。你说的对，我得起到带头作用。此刻，其他同学议论起来，最后选了10个人去边境战场，其中也包括李慕雪。此事就此敲定下来。下午大家准备完毕，陆续登上运输直升机，机上不仅有我班的新生，还有一些顺路去边境战场的高年级毕业生。大约3个小时后，直升机已经开始降落了。李之行带着众人走下来。此刻外面正站着一圈人来迎接我，一位国字脸的中年人笑着走上前：老李，你来的正是时候，我现在人手不够，你这次带来的学生怎么样？有没有指挥能力强、战斗能力高的人才啊？闻言，我慢悠悠地走上前：你是在说我吗？我经常指挥行动，而且从来没失败过。你应该是这里最大的官了吧？只见那男人拍了拍自己的肩章：没错，我就是边境营地的总指挥官许建国。我点了点头。那咱俩算是同行了，以后就由我来指挥，你歇着去吧。这话一出，许建国的眼睛瞬间瞪起，李之行连忙上前一步挡在我们中间。行了，咱有事进去说吧，先了解一下情况。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一间会议室，许建国不等众人站定，便立刻指着大屏幕上的地图：从昨天开始，外围4座监测站同时遭到变异怪进攻，尤其2号监测站还发现了流亡组织的踪迹。现在情况紧急，每个监测站都在请求增援，可我们已经没有人手了，所以老李，接下来就得靠你们了。李之行刚要开口，一位战士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指挥官，2号监测站遭到流亡组织袭击，而且目前已经失去通讯信号了。听完报告，许建国一拳砸在会议桌上，一定是流亡组织趁乱打劫来。李之行的手指在地图上迅速划过，立刻做出了决断。那我把学生分为4组，我亲自带1队人去对付流亡组织，其他3组同学去对付变异怪。可我摆手打断了他的安排：你去打变异怪吧，我去找流亡组织。闻言，许建国看向李之行，但李之行却对他点了点头。放心吧，向南有这个能力。随后大家迅速前去领取战斗装备，我换上一身笔挺的作战服，将通讯器别在衣领处，随即拉起领子歪着头测试起来。土豆，我是地瓜，收到请回答。黄凯无奈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向长官，我就在你身后呢，咱能不能别用通讯器喊？很快，我带着黄凯、李慕雪和季云清向2监测站出发。与此同时，在2号监测站内，20余只利爪蜘蛛正将几个人团团围住，其中一位是护卫队队长龙飞，他反握着匕首，胸膛剧烈起伏，在他身后站着一名浑身颤抖、穿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张小曼。龙飞紧咬着牙关，将张小曼护在身后。别怕，我带你杀出去。这时，蜘蛛群中最前方的红衣女子轻笑了一声：龙飞，我倒挺欣赏你的，不如加入我们流亡组织吧。被蛛网困住的一位老学究挣扎着抬起头，冲着红衣女子怒吼：是可杀不可辱，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红衣女子伸出涂着鲜红扣丹的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嘴唇。李博士，你想的可真美，你不是要研究我的变异蜘蛛吗？正好有几只要下载了，我就让它下在你肚子里，用你做培育器皿好了。此话一出，被捆住的人们纷纷脸色大变。而就在这时，黄凯停住了脚步，前面好像有点动静，我们过去看看吧。于是我们顺着声音来源走去，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红衣女子和一群人。就是这，可算找到了。对面的一名壮汉瞥了我们一眼，神色不善地挡在了我们面前。你们是干什么的？黄凯向前一步：我们是龙国学院的，特地过来增援。红衣女子听了这话，饶有兴致地上下打量着我。怪不得看你们那么年轻，原来是学校里的学生，学生也赶到战场增援，简直是找死。不过也好，这样我的蜘蛛繁殖器皿又多了几个。闻言，黄凯的怒火当即被点燃，他猛地转向我：长官，今天你们都不要出手，让我来弄死他们。我对他轻轻点了点头。红衣女子冷哼一声：大言不惭。话音刚落，一只利爪蜘蛛便从旁窜出，以极快的速度向黄凯挥斩而来。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攻击，黄凯依旧站在原地，甚至连躲闪的姿势都没有。见状，红衣女子轻蔑地撇了撇嘴：反应这么慢吗？估计 B 级都不到吧。可下一秒，黄凯只是随意的一抬手，便稳稳抓住了蜘蛛挥来的利爪，他的身躯竟纹丝未动，任凭那巨大的蜘蛛如何挣扎，都无法撼动他分毫。利爪蜘蛛见挣脱不开，立刻用另外几条腿共同向黄凯刺来，但黄凯只是抓着蜘蛛腿猛然向旁边一甩，那蜘蛛便重重地摔在地上，抽搐2下后彻底没了动静。周围的人见此情景，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连李慕雪的美眸中也充满了诧异。黄凯的脸色在此刻难得的严肃起来，他径直走向红衣女子以及她身后的蜘蛛群，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紧接着，他一边走着，一边伸出手解自己上衣的扣子，露出了他的整个上身。当众人看清他身上的景象时，无一不露出极为惊讶的目光。只见黄凯的肘部、肩部、后颈以及整条脊椎上，竟然都镶嵌着大大小小的魂晶，那些魂晶仿佛已经和他的血肉长在了一起。
其中闪烁着 S 级光芒的就有10余颗。黄凯转身对我们霸气一笑，知道为什么我不使用魂器吗？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件魂器。我知道以我的天赋，即便升到高级也很难有强悍的战斗力，所以只能利用自身能力进行强化身体。话音未落，黄凯身上数十颗 S 级魂晶共同亮起刺眼的光芒，他的气势也在此刻攀升到了极点。他轻声呢喃了一句：“毁灭吧！”随即他的身形一闪，倏然消失在原地。很快，黄凯的身影重新显现，他身上耀眼的光芒也随之暗淡下去。他弯腰捡起地上的衣服，狩猎结束。大约1息过后，那些蜘蛛怪的头颅毫无征兆的纷纷爆裂，红衣女子和身后的蜘蛛接二连三的倒在地面，周围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黄凯对此似乎很是满意，他单手将衣服搭在肩上，另一只手叉着腰，摆出了一个自认为帅气的姿势。可他等了半晌，却没等到我们预想中的喝彩。他觉得有些不对劲，随即疑惑地转过头来，他这才发现我们几人已经趁他表演的时候将张小曼从蛛丝中解救了下来。此刻张小曼正紧紧握住我的手，谢谢你们来增援，救了我们一命。黄凯看着这一幕，脸上写满了大大的疑惑。龙飞更是对着我连连鞠躬，谢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随后李博士和其他被绑的战士也被解救了出来，只是几人都受了些伤，其中龙飞最为严重，需要立刻回营地休养。既然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便决定跟着他们一起回去。临走前，那些战士开始打扫战场，并将变异蜘蛛的爪子都卸下来带走。我好奇地看着他们，你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张小曼主动走过来解释，他们有个科研项目，是将变异怪的骨骼铸造到魂器里，以此增强魂器的坚硬程度。闻言，我顿时失去了兴趣。返回营地的路途并不简单，我们走过层层关卡，经历了各种仪器扫描和检查。据说这是为了保证回来的人没有被感染的必备流程。许建国早已在营地里等待，看到我们最先回来，脸上露出了意外的神色。龙飞立刻上前向他汇报了情况。许建国越听是越震惊，果然龙国学院不收废物啊！既然如此，晚上咱们开个联欢会，以庆祝成功防守，并欢迎所有同学。晚上我自顾自地在座位上大吃特吃，而旁边的黄凯则一直盯着远处的张小曼傻笑。我忽然转头打量起他，随即伸手在他身上摸索起来。黄凯被我的动作吓了一跳，连忙起身躲闪。长官，你干什么？我停下动作，朝他摊开手，把魂晶抠下来给我看看。另一边，在流亡组织的基地里，一位中年头目面色阴沉地坐在主位上。谁能给我个解释？两旁的人沉默了片刻，其中一人才缓缓站了出来。据说龙国学院校长李之行带学生来边境战场了，能击杀那堆蜘蛛的应该只有李之行了。头目听到这个名字，眉毛猛地一挑。他带学生来战场试炼吗？真是好大的胆子，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既然有 S 级人物参与，看来真的要动点真格的了。启用咱们的猎兽小队，告诉他们猎物登场了。与此同时，回到营地后，我正和李暮雪玩着游戏。就在这时，李之行找了过来。营地指挥中心那边乱成了一锅粥，因为监测站在无序之地发现了一只 S 级变异怪的踪迹，是一条长了3个脑袋的比特犬。那怪物虽然只是在营地周边游荡，与其被动防御，不如主动出击。许建国给我们派了龙飞和徐兰2个 A 级副手，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前往。说完，李之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一听有3个脑袋的狗，便立刻同意了。我们4人走出关卡，踏上了无序之地。我一眼就瞥见李之行背后背着一把 S 级魂器灭魔刀。我凑近了些，不错。李之行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警惕地护住背后的刀。你想干嘛？上次的斩钢刀你还没还给我呢，不要再打这把刀的主意了。我不屑地哼了一声，小气鬼，我才瞧不上呢。李之行这才松了口气。就在这时，许建国的声音从通讯器里传来：那只变异怪又在3号监测站附近出现了，基本可以锁定它的大致活动范围。闻言，我们立马朝那边走去。没多久，我们4人就抵达了目标区域附近。李之行抬手示意我们停下，他警惕地扫视着周围，小心点，变异怪就在这片区域了。龙飞和徐兰也立刻分散开来，寻找怪物的踪迹。很快，他们在一块巨石根部发现了些湿润的痕迹。李之行走上前，伸出手指沾了一下，然后放到鼻尖闻了闻，随即一脸笃定地抬起头。是狗尿。龙飞和徐兰会意地点点头。我瞥了眼李之行的手指，好闻吗？李之行的脸瞬间就黑了。我们顺着踪迹继续向前寻找，很快又发现了一串巨大的脚印，脚印一直延伸到从未到达过的陌生区域。这时通讯器里再次传来许建国的声音：变异怪已经走远了，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营地已无法快速支援，我建议不要继续追了。李之行也察觉到了危险，转身就要带领我们撤退。这时远处一块巨石后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嘶吼，紧接着一只顶着3个脑袋的黑色巨犬缓缓走了出来。龙飞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就是他。话落，他抽出腰间的匕首，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向那只大黑狗扑去。旁边的徐兰见状也立刻跟上，两人一左一右同时攻向大黑狗。可没想到，那大黑狗见人冲来，竟扭头就跑。龙飞见他要逃，脚下发力速度又快了几分。李之行和徐兰立刻紧追了上去，眼看他们就要追上那条狗时，3人的身形却猛地一顿，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瞬间急停在了原地。他们似乎在前方发现了什么，都愣愣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连忙跑上前，我说你们3个撵个狗跑那么快干嘛？就不知道等本长官一会儿吗？跑过去后，我看见一个女子和3个外国壮汉。李之行好像很怕他们，只听李之行颤颤巍巍的声音传来：你是罗迪。那壮汉嘴角微翘，真没想到李校长还认识我。
没错，我们就是流亡组织猎兽小队。今天有一个算一个，都留在这给我们小狗当加餐吧。他话音一落，猎兽小队便立刻行动起来。一个高大的队员用脚猛踏地面，无数粗壮的树干便破土而出，瞬间将李之行几人围困在中间。与此同时，另一个消瘦青年双臂一甩，竟化作2把螳螂般的利刃，随即踩踏着破土而出的树干，向被困的几人收割而去。李之行眉头一皱，周围地上冒出的树干不仅将他们围困住，更是完全封挡住了他的视线。眼前尽是粗壮的树干，让他一时间失去了敌人的踪迹。霎时间，他耳边破风声响起，那螳螂利刃已从头顶力劈而来。李之行反应极快，双手抽出背后的面魔刀，顺势横在了头顶上方。锵的一声，两者相交间竟发出金属争鸣之音。而就在这时，队长罗迪又从其侧身袭来，一掌结结实实地拍在李之行侧脸，使其整个人横向飞了出去。但李之行身在半空，双腿一蹬，在粗壮的树干上借力一踩，随后一个翻身落在地面，竟是稳住了身形。我看见他被击中的肋骨处有绿光一闪过，罗迪眼睛微眯，不愧是龙国学院校长，还挺硬。就在这时，那名带着大黑狗的女队员又出现在李之行身后，那名植物系觉醒者也从一根树干上跳下来，站在了李之行的左边。他们4人一狗，对李之行形成了包围之势，让他一点退路都没有。他只能凭借身上的龟壳防御苦苦抵挡。接连几道攻击后，他身上的龟甲防御终于被彻底击碎，整个人也从空中坠落，最后重重地砸在我旁边，手中的灭魔刀也脱手飞出。见状，我捡起李之行的灭魔刀，朝着罗迪走去。系统提示音在我的脑海中响起。系统强化已启动，灭魔刀已强化为裂天之刃，提醒宿主，此为 S 级魂器，威力巨大，需非常小心。话音刚落，一缕耀眼的金光便彻底覆盖了我手中的长刀。随即我将长刀举起，一道璀璨的刀芒自刀锋上升腾而起，我顺势挥刀而落，那道炽烈的刀芒随即横扫而出。只听嗡的一声，刀芒掠过之处，坚实的大地纷纷塌陷，粗壮的树干也被瞬间搅成齑粉。那个植物系觉醒者甚至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整个身躯便在刀芒下化为虚无。见此一幕，罗迪的脸色变得惨白，因为那道刀芒并未就此停下，反而继续朝着他们席卷而去。他嘶声大喊了一声：“快跑啊！”那个养着黑狗的女人似乎还没理解发生了什么，刀芒便已从她身上划过。下一秒，她和她的狗都被彻底粉碎。罗迪和那个螳螂觉醒者刚一转身，还没跑出多远，就被狂暴的刀芒吞噬了。此刻，我的前方只剩下一片深不见底的坑洞，边缘的碎石还在不断向内滚入。我收刀而立，宣告着狩猎的结束。李之行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喉结滚动了一下。旁边的龙飞2人也同样张着嘴，一脸的不可思议。就在这时，我眉头倏然皱起，魂晶哪去了？不会被我一刀劈没了吧？李之行连忙摆手：“不会的，我们帮你找找。”随即他们3人便跳下深坑，开始仔细搜索。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终于将几枚被冲击波崩飞到很远的魂晶找回。随后我们4人便原路返回营地，等候的人们一见到我们，立刻都围了上来。什么情况啊？你们真的把猎兽小队干掉？我顿感无聊，转身向自己的住处走去。接下来的几天，营地里风平浪静，外面偶尔出现的变异怪也都被战士们轻松猎杀。直到某一天，我听闻许建国收到一份紧急求援文件，说是附近的小城里爆发了尸怪病毒，已有数百人被感染，当地异能局根本无法应对。更严重的是，文件里提到这次尸怪爆发是人为的，甚至可能有高级尸怪潜伏在群众中。事态紧急，许建国立刻召集人手，准备前往平复事乱。一听说能进城，我立刻来了精神，当即决定跟着去。主要是我带来的零食快吃完了，正好去城里补充一下库存。这次李慕雪也跟了上来，同行的还有龙飞和徐兰2名队长。我扫了他们3人一眼，很好，这次行动由我来指挥。龙飞明显愣了一下，但还是顺从地点了点头。我朝他们勾了勾手，行了，快出发吧，我都有点饿了。龙飞他们面面相觑，显然没跟上我的思路。我们4人很快坐上一辆军绿色吉普车，直奔事发地点。那只是个边陲小城，人口并不密集。车刚停稳，一只满脸是血的丧尸就癫狂地扑了过来。龙飞上前一步，匕首一划，便轻松将其脑袋斩了下来。接着他环顾四周，这里的尸怪必须杀得一干二净，如果留下一只，都可能酿成大患。徐兰则抬眼看了看前方，异能局已经联系我了，说是在前面与尸怪战斗呢，咱们赶紧过去吧。我的眼睛却瞄向了街旁一家规模不小的超市，随即抬手一指，别着急，咱们先去那里。说完，我便兴致冲冲地跑了进去。刚进超市，脚下便传来咔吧一声碎裂之音，嘶吼声随即从后方货架中传来。龙飞和徐兰立刻反应过来，直接解决掉了。我则径直走到货架前，取下一罐薯片，直接吃了起来，根本没把地上的尸体当回事。采购了一大堆后，我们就朝着前方继续前行。没走多久，前方就传来阵阵呼救声。我看到一位中年队长正对人群大喊：“大家不要怕，我是异能局第1小队队长李明亮，请有序地躲到楼里。我的队员正在与丧尸战斗，请诸位相信我们。”他一边指挥一边高声引导，周围的人们都对他感恩戴德，而我却敏锐地注意到，在他转身的瞬间，嘴角勾起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就在这时，脑海中响起了系统提示音。系统扫描已完成，目标是 A 级尸怪感染体。随后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李明亮回过头，看到我手里拎着满满一袋零食，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快往右走啊，待会丧尸要过来了。”我好奇地看着他，不是已经过来了吗？听到我的话，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就在这时，龙飞大步走了上来，向他表明身份：“李队长，我们不是群众，我们是从营地过来特意增援你的。”闻言，李明亮看向我们的表情立刻变了，我却没理会他，转头对着准备向右边撤离的群众大喊：“你们不能往那边走了，一会儿走着走着就死了。”人们停下脚步，议论纷纷：“什么情况？右边不是安全的吗？”“对呀，李队长都说那边没怪物的呀。”
我们到底该听谁的？李明亮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不要瞎指挥好不好？现在左边都是尸怪，右边才安全。龙飞几人面面相觑，显然也对这矛盾的指令感到困惑。我懒得再跟他废话，你不就是尸怪吗？李明亮很快就反应过来，小子，你是来捣乱的吧？我是异能局的队长，怎么可能是尸怪？周围的群众立刻被他煽动起来。对啊，李队长咋可能是尸怪？不要污蔑我们李队长。听到众人的维护，李明亮的嘴角又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我扫视了一圈义愤填膺的人群。好吧，你先等一下，我找点东西。我低下头在自己的塑料袋中翻找起来，半晌后拿出一个玩具塑料手枪，随即点了点头。就是它了。见状，周围的人都懵了，完全不明白我拿个玩具有什么用。李明亮的嘴角忍不住勾起一丝嘲讽的笑意，在他看来，我已经是个脑子不正常的疯子。就在这时，一道机械的系统声在我脑中响起。系统强化已启动，玩具手枪成为爆裂之枪。下一刻，我毫不犹豫地抬手对着李明亮扣动了扳机，只听一声闷响，他胸口直接被炸穿一个大窟窿。李明亮低头看着自己胸前冒着黑烟的窟窿，整个人都懵了。紧接着，他嘴里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锐嘶吼，脸上的皮肤开始迅速腐烂，獠牙从唇间刺出。可他是一级尸怪，胸前的窟窿边缘血肉蠕动，竟有隐隐愈合的迹象。此刻，周围的群众都傻了眼，发现他们无比信任的李队长彻底变身成了怪物，瞬间惊呼起来：“李队长真的是怪物！救命啊！”我面无表情的再次扣动扳机，这一次子弹直接炸在了李明亮的头颅上，他的嘶吼声戛然而止，随即重重倒地，彻底死亡。人们惊恐地看着这一幕，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可是李明亮的死亡仿佛一根导火索，在他倒地之后，整座城市到处都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尖锐嘶吼声，失乱彻底爆发。只见街道左边的马路剧烈塌陷，数只硕大的丧尸老鼠从地下窜了出来，见人就咬。原本正向左边撤离的群众顿时被吓住，很多人当场被咬死。原来李明亮让他们过去，就是为了把他们当成老鼠的饲料。龙飞和徐兰反应极快，随即飞身上前，挥舞武器斩杀着丧尸老鼠。而此时，在街道右边的街角处，也有大量尸怪狂奔而来，周围的人们都吓傻了，一时间慌了神。我则举起手枪，将一只又一只丧尸炸成碎块。李慕雪发现其他地方也有尸怪在袭击群众，也连忙加入战团，保护人们的安全。一时间场面混乱起来，我手持爆裂之枪横扫一片，即便一级尸怪也扛不住我两枪。前方的尸怪很快就被我杀戮殆尽。此刻右侧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有人正向我冲了过来，我立刻转动枪口瞄了过去，那人顿时被吓了一跳。向长官，别开枪，是我。看到来人是龙飞和徐兰后，我将手枪收了起来，两人都喘着粗气，看样子消耗了不少体力。附近的尸怪已经被清理干净，于是我们决定先返回营地。另一边，营地的气氛凝重异常，尤其是许建国额头上布满了冷汗，因为他刚刚得到消息，有大批量的尸怪正从无序之地的深处赶来。而在那尸潮的后方，还有等级不低的巨兽。许建国双拳紧握，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同志们，舍弃所有监测站，全部人员退回营地防守，非战斗人员请立即撤离，其他所有人和我一起迎战。指令一下，营地所有战士迅速集结，来到最外围的关卡。许建国登上瞭望台，向无序大地深处望去，地平线处涌现出黑压压的无数尸怪。而其他战士们见到如此大批的尸怪来袭，一个个都心惊不已。幸好只是最低等级的尸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干了，兄弟们！战士们纷纷抽出魂器，可在尸怪大军的最后方，一只巨蟒缓缓抬起了。蛇头上站着一位蛇瞳青年，他望着营地的方向，露出一个残忍的微笑。好戏开场了！眼看着丧尸大军靠近，战士们摆成三角阵势，悍然冲进丧尸群中，手起刀落间，黄凯身形闪烁，所过之处丧尸头颅纷纷爆裂，硬生生将丧尸大军撕开一道缺口。人们见状备受鼓舞，好强，这下稳了。而就在这一时刻，纪云清双手按在地面，万千道怨灵自他脚下席卷而出。他低喝一声：“百鬼夜行！”怨灵所到之处，丧尸纷纷倒地，瞬间形成一片真空地带。人们目露惊叹。还是纪云清强啊！感觉这些丧尸根本不够他杀的。李之行见状长舒了一口气，觉得这场战斗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艰难。可就在这时候，前方一只硕大的蛇头昂首而起，随即粗壮的蛇尾从天而降。李之行心中一惊，不好，快闪开！人们纷纷向侧面躲闪，蟒蛇巨尾重重砸在地面，战士们的阵型被这一尾巴彻底打乱。纪云清望着那条巨蛇，眉头微微皱起，刚想要过去支援，但在他的身前却凭空出现了一名蛇瞳青年。那青年看着他，嘴角噙着一抹玩味的笑。纪云清，特殊系灵类觉醒者，久仰大名啊！纪云清知道他来者不善，也不多废话，身后无数道怨灵随即咆哮着向其扑去，但青年只是站在原地不动，蛇瞳猛然一缩，死死盯上了纪云清的眼睛。四目相对间，纪云清忽然愣住。青年是 SSS 级觉醒者，最强大的能力是置换。纪云清实力虽强，但内心脆弱，此刻已然陷入了幻境。纪云清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双手撕扯着自己的头发，随即跪倒在地，发出了痛苦的哀嚎。他周身的怨灵被他的情绪感染，也共同嘶吼起来。见到这一幕，所有人的心头都猛地一冷，纷纷转头凝望过来。李之行看见那青年，瞳孔猛地缩成了针孔大小。是他，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人们都叫他幻童，而流亡组织的人都称其为教官，是绝对的核心人员之一。这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子从后方走了出来。老大，他可是厄运之体，据说跟他说话或者对视都会倒霉的。幻童却不以为然的冷笑一声：“他人都被困在幻境里了，
我还怕什么厄运之体？然而他话音刚落，一只拳头就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脸上，将幻童整个人打飞了出去。黄凯的身影出现在原地，老子最看不惯别人欺负妹妹，可他刚站稳后背就挨了一记重击，整个人向前扑倒。袭击他的正是那位金发碧眼的女子朱迪亚。黄凯站起身，揉了揉发痛的后腰，这时幻童也走了进来，他揉了揉自己的下巴，随即面色森冷地朝黄凯逼近。与此同时，黄凯身后一个巨蟒的阴影屹立而起。黄凯来回打量着将自己包围的敌人，神情变得认真起来。被包围了，他身上泛起红光，随即速度爆发，一拳挥向朱迪亚。但就在这时，女人的身体化作一群蝙蝠四散开来，黄凯一拳落空，蝠群飞舞间，幻童出现在他面前，一拳迎面砸来，黄凯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拳，整个人倒飞出去。紧接着，四散的蝙蝠在他面前重新聚合成朱迪亚的模样，他单手掐住黄凯的脖子，张开嘴朝他咬来。黄凯一惊，双手死死抵住他的头抵抗，随后黄凯爆发出全部力量，将女人整个人抡起，重重摔在地上，但头顶的蛇尾已重重拍下。李之行等人见状心头一紧，却不敢贸然上前。朱迪亚这时已经站了起来，他看向幻童，老大，那家伙实力不弱。幻童点点头，认为对方在蛇尾的拍击下已经死。然而就在这时，落下的蛇尾竟停在了半空。幻童等人察觉不对，随即巨蟒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庞大的身体竟被硬生生掀翻。一道人影从蛇身下缓缓站起，正是黄凯。他身上的魂晶同时亮起，发出耀眼的光芒。我才没那么容易死。幻童看着他身上闪亮的魂晶，发现自己的幻术对黄凯完全无效，没办法，一起上马。化落朱迪亚也化作蝠群一同攻去。黄凯咬紧牙关，独占两人。他一拳打在朱迪亚脸上，后背却结结实实挨了幻童一脚。朱迪亚回身又补上一拳，黄凯每次倒下都能再次站起来。幻童一脚踢在黄凯下巴，将他踹到半空。去死吧！他随即双手握拳，狠狠砸向黄凯的腹部，将他整个人砸进了地面。幻童刚舒一口气，可就在这时，三道身影突然将他们围住。幻童的目光瞬间阴沉下来。我上前一步打量着他，这一切都是你干的。幻童冷笑一声，目光在我们三人身上扫过。没错，你不会以为凭你自己能从我们三人手中离开吧？我缓缓抬起手，我没打算离开，只要把你们杀光就行了。再次抬头时，双眼已缩成野兽般的树瞳，进入了觉醒状态。幻童三人下意识地退了半步，他们望着我的双眼，感到了发自灵魂的畏惧。这是什么？李之行等人也目瞪口呆。向南终究觉醒了。对面的幻童眉头紧锁，身旁的獠牙壮汉语气沉重地凑到他耳边。老大，怎么办？幻童死死凝视着我，仿佛要将我看穿。我们还有逃的机会吗？闻言，那大汉双拳紧握，下一刻竟与幻童、朱迪亚同时向我冲来。我只是平静的抬手，一拳轰出，狂暴的拳风瞬间席卷而出。幻童三人在其中左摇右晃，难以站稳。朱迪亚的身体再次化作无数蝙蝠四散逃窜。我随即抽出身后的灭魔刀，信手挥刀斩去。蝙蝠群在交错的锋芒中纷纷泯灭，朱迪亚的身形从中狼狈坠落。狮王见状发出一声怒吼，巨大的身躯朝我猛扑而来。我身形一闪，轻松避开他势大力沉的一击，同时手腕翻转，刀锋顺势一转，狮王高大的头颅应声而落。我纵身跃起，在空中抬腿一脚，精准地将那颗飞起的头颅踢得粉碎，一颗魂晶从中崩飞出来。我凌空伸手，稳稳抓住握在手中。幻童惊恐地看着这一幕，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的身形便是一阵晃动。在出现时，手已按在朱迪亚的头顶，凄厉的嚎叫戛然而止。我五指发力，将他的头颅捏得粉碎，又一颗魂晶稳稳落入手中。我转过头，目光落在幻童身上，只剩你了。幻童身体猛地一颤，试图发动幻术，但我的兽瞳早已洞破一切虚妄，他眼中的世界没有丝毫变化，只有我冰冷的视线。幻童绝望的仰天怒吼：为什么会有这种强者在这里？话音未落，他身上的皮肤开始寸寸脱落，只见他背后猛然开裂，又钻出数个狰狞的蛇头，转眼间便化身为一头庞大的九头魔蛇。九头魔蛇对着我发出不甘的咆哮，而我不再多言，准备挥刀斩下。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在脑海中响起。系统打个酱油强化，灭魔刀成为裂空之刃。霎时间，手中的长刀破空而出，一道璀璨的锋芒横断天际。刀芒所过之处，九头魔蛇的庞大身躯瞬间四分五裂，他所有的不甘与嘶吼也在此刻化为虚无。随后，那道刀芒划过天空，缓缓消散，一颗 SSS 级魂晶随之坠落。我抬手将其接住，直接吸收。此刻，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恭喜宿主成功狩猎3名 SSS 目标，当前复苏程度达到18%。无序之地重归寂静，李之行等人呆立片刻，随即爆发出劫后余生的热烈欢呼。我望向远处的营地方向，兽瞳中的光芒一闪而逝，恢复了原状。随后我转身离开，准备回去吃点好吃的。大战结束，许建国立刻派人清扫战场。此刻黄凯正捂着伤口，躺在担架上杀猪般的哀嚎：“许长官，我受伤了，伤得很重，快不行了。”他紧接着挣扎着坐起来，一脸正气地提出要求。我强烈要求让小曼给我单独检查身体。许建国闻言露出一脸为难的表情。大战前我已经让所有科研人员都撤退了，张小曼早就走了。黄凯的小眼睛瞬间瞪得圆，仿佛难以接受这个
晴天霹雳，他随即猛地一拍额头，整个人瘫了回去。艾玛，不行了，我脑瓜子疼，屁股都迷糊了。片刻后，一阵巨大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一架直升机缓缓降落在营地。龙国的支援终于到了，许建国等人早已在此等候。只见一个双眼生有异瞳的青年从机舱内缓缓走下，那青年一下飞机便伸了个懒腰，天天到处跑，好累。我当初就该伪装成 S 级，在国内维护治安，哪像现在执行机密任务，累死累活的。许建国连忙笑着迎上前去。瞧您说的，这边境要是没有您坐镇，我们可不行了。青年眯起眼睛瞥了眼狼藉的战场，这不也没用上吗？许建国心有余悸的点了点头，脸上还带着一丝后怕。是被向南干掉的。青年闻言只是不咸不淡的点了点头，似乎对这个结果毫不意外。他随即转过头，对许建国提出了要求：带我去见见他吧。此时的我正盘腿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专心致志地打着游戏。许建国笑呵呵地推门走进来：“向长官，有人来看你了。”我闻声转过头，目光落在那位异瞳青年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发现他两手空空，便撇了撇嘴：“来看人也不知道带点东西。”那青年微笑着回应，丝毫不在意我的态度。你好，我是龙国成员叶枫，下次来我一定带东西。说完，叶枫那双奇异的瞳孔闪过一丝微光，仔细地打量着我，随即发现我果然和传闻中一样，身上没有任何能量波动，就像个普通人。由于叶枫这位强援的到来，营地里的战士们都安心了不少。李之行也决定趁此机会带学生们返回龙国学院，结束这次惊心动魄的试炼。但黄凯因为魂经出了问题，暂时不能回去，于是他提出要回家找师傅调养。众人这才知道他居然还有位师傅。黄凯随即眼巴巴地看向我，发出了邀请，想让我一起去见他师傅。我一琢磨，闲着也是闲着，便答应了。李暮雪和季云清听到我们的对话，也决定一同前往，顺便送黄凯回家。这天，众人在营地门口分别。李之行看着我们，脸上满是不舍。等你们忙完了，有空就回学院看看。我点了点头。我可是校长，当然得回去。随后，许建国、龙飞等人也一一上前与我们道别，只有黄凯依旧是一脸惋惜。你说小曼咋走那么早呢？她要是在该多好啊！李暮雪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行了行了，就你现在这副病怏怏的身体，小曼就算在，你又能干啥？黄凯闻言眉头猛地一挺。我严重怀疑你在开车，但我又没证据。李暮雪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好啦，赶紧走吧，送你回家。说罢，我们几人便坐上了一辆吉普。没过多久，车子驶入一片名为灵山市的城区。黄凯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眼里涌现出浓浓的思乡之情。车一停稳，他便迫不及待地跑下车，抬手扣动门环，咚咚咚地砸向一座院门，扯着嗓子大喊：“师傅，你最帅的徒弟回来了，快开门呀！”他的喊声只换来了院内一阵激烈的狗叫。可过了半晌，院门依旧紧闭，根本没人应门。我靠在车门上，一脸怀疑地看着他。你师傅好像不会开门啊！黄凯的脸瞬间拉了下来。你不会把这狗叫声当我师傅了吧？那是我家养的宠物。我一拍手掌，我说呢，原来是这样啊！旁边的李暮雪和季云清两人再也忍不住，捂着嘴偷笑起来。就在这时，隔壁2层小楼的门被猛地拉开，一个睡眼惺忪的妇女探出头来。谁在那敲门呢？大白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人家晚上还得上班呢。黄凯连忙陪着笑脸：“李姐，是我呀，我回来了。我师傅去哪儿了？”那妇女看清是黄凯，眼睛一瞪，更不耐烦了：“原来是你小子呀！可别在这儿敲了，你师傅那糟老头子蹦迪去了，估摸着等会就回来了。”妇女说完就把房门重重一摔，头也不回的进屋了。此刻我们几个人都懵了。李暮雪转头看向黄凯：“那咋办？咱就在外面干等着吗？”黄凯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突然眼前一亮：“等等，我好像有钥匙。”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李暮雪看着那把钥匙，抬手就想给他一巴掌。特么的，有钥匙你不早说，非逼我这文明人骂人是不是？很快，黄凯将院门打开，一只毛色纯黄的土狗立刻摇着尾巴冲了出来，一下扑到黄凯怀里，亲热的用舌头舔他的脸。黄凯抱着他对我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家养的狗，名字叫小黄。”我们几人听到这个名字，再联想到黄凯，好似突然明白了什么，表情都变得有些微妙。黄凯没注意到我们的异样，连忙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快请进吧，大家不要客气，就当自己家一样。”我们穿过院子走进2层小楼里，黄凯倒是很热情，忙前忙后的给我们倒了水，又洗了几个水果。我一看有吃的，倒也毫不客气，拿起一个苹果就啃了起来。大约半个小时后，院外传来一阵嚣张的马达轰鸣声，一辆车停在了门口。黄凯顿时激动起来，从沙发上弹了起来。是我师傅回来了。我们转头一望，果然看见院门外走进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系统提示音在我脑海中响起。系统扫描已完成，目标是西级昆虫系觉醒者跳蚤，能力跳跃。我心中暗道一声，怪不得这么大年纪了还爱去蹦迪呢。老者一进门看见黄凯，张开双臂就迎了上去。大黄，你可算回来了！黄凯立马泪奔了，像一只归巢的乳燕般扑进老者怀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师傅，我被人打伤了，还有他们都说我丑，您说我真的有那么丑吗？”老者目光在我们几个陌生人脸上一扫，随即尴尬的咳嗽一声，压低声音在黄凯耳边叮嘱：“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在外人面前别叫我师傅。”黄凯愣了一下，心中一阵无语，但还是从善如流的改了口：“那行吧，大哥。”李暮雪等人再也绷不住，噗呲一声笑了出来。老者转而向我们这边看来，
你们是大黄的朋友吧？稀客，真没想到他还能交到朋友。你们在这千万不要客气啊！李慕雪很有礼貌的回应：“谢谢老伯。”但老头看向他时，直接把墨镜摘了，眼睛瞪得滚圆。你是那个李慕雪吧？我以前是你的粉丝呀！来，快帮我签个名。李慕雪一时有些不知所措，看来黄凯奇葩的根源找到了。此刻李慕雪清了清嗓子。老伯，要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就先走了。老者却眉飞色舞的一把拉住我：“别急着走啊！既然到了灵山市，不去边界深山里探险多可惜啊！运气好的话，还能提升实力呢。”李慕雪觉得很有道理，随后转眸看向我，询问我的意思。我点了点头。我觉得也是，那咱们现在就去吧。由于黄凯受了伤，所以只有我、季云清和李慕雪三人前往。坐上吉普车，李慕雪一脚油门踩下，车子缓缓向前，但我却拍了拍她肩膀：“掉头，咱们往后走。”李慕雪十分不解：“可是边界深山是前面啊！”我却怪笑一声：“去个毛线边界深山，咱去游乐场。”李慕雪一想，打了这么久的仗，确实也该放松了，于是立马调转车头，向游乐场开去。游乐场门前非常热闹，而季云清到了人多的地方，似乎觉得有点别扭，他双眸警惕地四处扫视着，安静地跟在我身后。三人随着人潮一起走进游乐场中，前方有位中年人正拿着大喇叭打广告：“号外，本游乐场最大鬼屋今天隆重开业了，绝对惊险刺激，非常恐怖。如果有人能走到最后，还有玩偶等丰厚奖励任您挑选，赶紧过来参加吧！”我对此饶有兴致，转头对两人一挥手：“走，咱们去鬼屋里玩。”闻言，季云清整个人呆住。“你确定要带我去鬼屋？”我笑了笑。“对啊，你不会是害怕了吧？”对他而言，去鬼屋毫无挑战性，还不如待在人多的地方更让他别扭。不过他最终还是同意进去溜达溜达。随后，李慕雪买了3张门票，我们便从入口处进入鬼屋。和我们同行的还有3女1男4个大学生，他们神情紧张，其中一个女生身体微微颤抖。我好怕呀，要不咱们别玩了吧？那个男生随即鼓励他：“没事，票都买完了，进去看看嘛，到时候跟紧我就好。”刚一进入鬼屋，不远处就隐隐传来吼声，并且越来越清晰。一位身材娇小的女生立刻就打起退堂鼓：“这也太吓人了吧！要不咱们出去吧？”那名男生强作镇定地安慰她：“没事，都是假的，咱怕啥？”但他自己的声音也明显有些颤抖。此刻那4个大学生已经不敢往前走了，我则没什么感觉，直接举步向前走去。季云清面无表情地跟在我身后。那4名大学生见状，这才小心翼翼地跟上。很快，他们看到前方已靠着几具尸体，不禁心底犯嘀咕：这不会是真的吧？我没有理会，径直向那几具尸体走过去。就在我准备迈过去时，周围忽然陷入黑暗。当灯光再次亮起时，其中一具尸体已经爬起来。后方的几人吓得连连后撤，我却依旧站在原地不为所动。扮演尸怪的工作人员见状非常意外，于是又模仿着咆哮了几声，但我依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此刻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则伸出一只手抵住他的脸，将他推到一边，嘴里遗憾地嘀咕了一句：“还没黄凯吓人呢。”说完，我便继续向前走去。后方的4人见此都很佩服，这家伙也太强了吧，胆子好大呀！而季云清和李慕雪始终没什么太大胆。又走了一段后，周围响起厉鬼嚎哭声，4个大学生的腿肚子开始颤抖，小心翼翼地跟在我身后。没走多久，长廊尽头出现一个白衣女子的身影，背对着众人。4位学生顿时慌了神，有鬼啊！妈耶，好吓人啊！那扮演女鬼的工作人员极为自信，她随即拨开头发，发出一声尖笑，飞奔着向我们冲来。后方顿时响起惊叫声，4人都快被吓哭了。季云清见状，眉头一挑，觉得很有创意，竟对那女鬼挥了挥手，心想也吓吓她。随即季云清心念一动，身边便凝现出一道怨灵虚影，那鬼影也像季云清一样，对冲来的女鬼挥了挥手。工作人员当即愣住了，他诧异地发现有人不害怕自己，还在打招呼。可他再仔细一看，发现那女孩身边竟真的有一道鬼魂虚影也在朝自己招手。工作人员瞬间反应过来，有鬼啊！他整个人都吓傻了，立刻转头就跑，不一会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看到这一幕，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李慕雪对此很是无语。随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彻底把鬼屋玩坏了。我们时不时吓鬼一跳，跟着我们的4人在我的感染下，也慢慢不害怕了。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走出了鬼屋，周围的人们议论纷纷，有人出来了呀，这可是第一批。老板也很意外，随即走上前，恭喜几位顺利通关，你们可以挑选一个玩偶作为奖励。我闻言嘿嘿一笑，立刻噔跑过去，拿了一个蓝色小海豚的毛绒玩具。就在这时，一位高高瘦瘦的青年走过来，兄弟，你很勇哦！我抱紧了自己的小海豚。你谁呀？青年有些无语，随即自我介绍：我叫宋楠，刚才跟你一起进鬼屋的呀，始终跟在你后面。我这才想起来，其实我都没正眼看过他。找我干嘛？有啥好玩的吗？闻言，宋楠连连点头，脸上露出期待的神色。有啊，我只是觉得你们胆子很大。我们晚上要去一个鬼楼探险，据说那里有真的鬼，所以想邀请你们一起去。我眼睛转了转，觉得探险挺有意思的，于是点了点头。行啊，那真鬼在哪呀？宋楠愣了一下，随即指了个方向，就在游乐场附近一座废弃的医院里。我们打算晚上8点过去，你要是想去的话，咱们可以一起。宋楠此时也发现我似乎很天真，自己说是有真鬼，我居然还相信了。我点点头同意下来。晚上8点不见不散。由于和宋楠分别后时间还早，我们3人又去玩了其他惊险又刺激的项目。我当然一点不害怕，只是觉得看别人被吓得尖叫很好笑。在游乐场玩了一圈后，
后，我们找了家餐厅吃晚餐。李暮雪抬眼看向我，咱们真要去探险呀？我用力点点头，去啊，不是挺热闹的吗？李暮雪闻言只好作罢，但她再一琢磨，想起我们第一天来灵山市晚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神色又变得有些为难。对了，向长官，咱们晚上得住酒店，可我没带身份证，所以只能和你挤一挤了。我没等他说完就摆了摆手，那你睡走廊吧，我可不想和别人挤一间房。在餐厅吃完饭后，我就打算继续去那个鬼楼探险。根据宋楠说的地方，李暮雪开车载着我们一路找去。我在网上查过了，这片区域曾经出现过变异怪，死伤了不少人呢。后来就没人住了，但很快他猛地一脚刹车，吉普车骤然停住，因为前方已经没有路了。于是我们3人只能下车步行。此刻季云清刚一站定，便缓缓闭上了眼睛，似乎在感知着什么。片刻后才神情微妙地睁开。这里好像真的有点东西。闻言我兴致更高了，有东西好啊，越多越热闹。说完我便举步向前方走去。几人来到这片区域的中心地带，前方就是那栋废弃的医院，这里就是白天宋楠约定的地点。我瞥眼一望，发现不远处正是宋楠和他的几个小伙伴，其中一个女生抱着胳膊。这就是传说中的鬼楼吗？里面不会真的有鬼吧？另一个人立刻壮着胆子反驳，哪有什么鬼，都是别人瞎编出来的。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就是，如果真有鬼的话，异能局早就封锁了。咱们出来玩，不就是找刺激的吗？就在这时，我悄无声息地走到他们身后，抬手拍了拍宋楠的肩膀。宋楠被吓得浑身一哆嗦。谁呀？他转头发现是我后，才抚着胸口长舒一口气。吓死我了！原来是你啊，高手兄。其他的小伙伴们也被宋楠的反应吓了一跳。宋楠随即向众人介绍：各位，这就是我白天在鬼屋遇到的高手，一点都不害怕，真是超勇的哦。其他几人纷纷表示佩服，并欢迎我们的加入。我眼睛亮晶晶的，迫不及待地环顾四周。你们说的真鬼在哪呢？快点找出来给我看看。宋楠尴尬地挠了挠头，大概在废弃医院里面吧。我立刻来了兴致。好，那咱们进去。我噔噔噔几步迈上台阶，随即双手拢在嘴边做了状，对着里面漆黑的入口大喊一声：真鬼你在哪？快点出来！见状，宋楠和小伙伴们都呆住，几人面面相觑，心想哪有这么找鬼的。可就在这时，一阵阴风凭空刮过，此时季云清却神情毅然，默默感受着那股阴气，随即看向我。向长官，这里面确实有东西。我摩拳擦掌，很好，咱们去把他抓出来。宋楠几人都有点懵，感觉有点完大了。但我已经大步流星走入大厅，并转头对还愣在原地的宋楠几人勾了勾手指：快进来呀！你们不是也想看真鬼吗？宋楠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话，但事已至此，他也只好硬着头皮迈步跟了进去。我很开心，好不容易找到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天必须抓一只真鬼给他们看看。进入医院后，我跑上楼把每个房间都找了一遍，遇到锁门的便直接一脚踹开，弄得里面噼里啪啦乱响。宋楠等人神情错愕地跟在后面，心想这和他们想象中的探险不一样，确定不是拆房来了。经过我这么一折腾，原本紧张的气氛全无，几人也彻底不害怕了。季云清就在后面跟着，他虽然知道这里有真鬼，但并不认为那些东西能伤到我，索性也由我随便玩了。几人就这么走着，忽然间，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女人的笑声。这时跑在前面的我忽然止住脚步，一双眼眸来回寻找。下一秒，黑暗之中再次传来那虚无缥缈的笑声。我立刻锁定了声音的来源方向，在那里。我抬腿就是一脚，门板哐当一声被踹开，重重扣在地上。我随即扫视着空荡荡的病房。就在这时，系统声音在脑海中响起。系统扫描已完成，发现C级特殊系灵类变异怪。我眉头一挑，看来真鬼就在这房间里。突然一阵阴风吹过，众人脖梗发凉，那阵嘻嘻嘻的笑声越发清晰，我能感觉到一股凉意就在自己身后。随即一道虚影开始凝聚，出现一个白衣女子的身影。此刻女鬼的脖子缓缓伸长，从我背后慢慢凑到我的侧脸处。宋楠等人见到这景象，吓得手电光乱晃，有的直接瘫坐在地上。鬼啊！我的妈，这是真的呀！而我此刻眼睛微眯，没有丝毫惊慌，反而慢悠悠地转过头去，正好对上了那张惨白的鬼脸。下一秒，我猛地抡起胳膊，一巴掌结结实实地呼了上去。刚才就是你在这笑了。女鬼下意识地用手捂住脸，整个鬼都呆住了，随即竟嘤嘤地抽泣起来。我毫不客气地伸手就抓，你过来！女鬼连连后退，你不要过来啊！但她最终还是被我一把拎着后脖梗提了起来。我随即拎着鬼队到宋楠面前，看看，这是一只真鬼，怎么样，好不好玩？宋楠望着面前的女鬼，直接被吓哭了。大哥，我错了，你赶快拿走吧。身后那些人也一个个吓得哭着往外跑。我随后又将鬼凑到李暮雪面前，她立刻嫌恶的连连摆手，拿走拿走。我就这样拎着女鬼展览了一圈。说说吧，你是什么鬼？女鬼嚎哭起来，我是好鬼啊，从来没害过人，求求你饶我一命吧！我脸色一冷，手上加了点力气，鬼话连篇，小心我弄死你啊！女鬼连忙求饶，别杀我，别杀我，我有秘密告诉你。一听秘密二字，我顿时来了兴趣，手上的力道松了些。说吧，要是很无聊的话，我就弄死你。女鬼连忙开口，我是死在边界深山里的，那有个探险俱乐部，假借做导游，把人骗进深山去，然后谋财害命。听完我失望的摇了摇头，这算不上什么秘密。女鬼急忙补充，还有，我去边界深山是为了寻找一处据说和全球异变起源有关的隐秘之地，谁知没走多久就被导游害死了。边界深山是在全球异变初始最早出现变异怪的地方之一，我父亲是一名探险家，他进山后受了重伤，
回来用最后一口气给我描绘了张地图，告诉我有机会一定要去那里，然后就咽气了。我毫不迟疑地追问地图的下落，女鬼抽泣着解释：我这不是想雇人进山找吗？可还没走几步，我就被人害死了。但是地图的事他们不知道，被我临死前悄悄埋在一棵树底下了，我好惨啊！说完，他又准备嚎哭起来。我烦躁地一挥手：你别嚎了。旁边的李慕雪脸上却写满了同情。我感觉他好惨呀，边界深山还有人干这种事吗？季云清冷哼一声，眼神里带着一丝嘲弄。你以为边界深山是啥好地方吗？那里面是无序之地，弱肉强食，杀人越货最常见不过了，甚至还有一些不想遵守秩序的觉醒者都躲进去了。他语气一顿，眼神飘向远方，似乎陷入了回忆。想当初我也有过躲进山里的想法。我煞有介事的点点头。行，那明天我就带你躲进深山里去。季云清闻言竟噗呲一下笑了出来，嘴角弯起一个好看的弧度。好啊！李慕雪看着这一幕有些愣神，这似乎是他第一次见到季云清笑。我们的行程本就定在边界深山，我便顺手将女鬼交给季云清暂时保管。随后我们几人离开废弃医院，回到闹市区找了个酒店住下。我并没有和李慕雪开一个房间。第二天一早，李慕雪开着车带我们赶往边界深山，我靠在车座里，望着窗外掠过的风景。临近山脚下，各种探险俱乐部的人便涌了过来，将传单塞向车窗，走一走，看一看啊！资深向导，专业代打，带你去边界深山探险。帅哥，你看我怎么样？1级觉醒者，费用不贵，10万1单。找我吧，找我吧，我知道哪里可以狩猎变异怪，保证你赚得盆满钵满。一众向导在街道上争相揽客，我们3人走下车，立刻吸引了不少目光。那些向导只是看了看我，一时间竟没人上前搭话，唯独远处2人中的壮汉碰了碰旁边的精瘦青年，随即转头仔细打量着我们。壮汉凑近青年耳边：大哥，你瞧那个戴面纱的女孩眼熟不？青年眼神一亮，好像是大明星李慕雪。壮汉嘿嘿坏笑起来，便和青年一同走了过来。他先是粗略地扫过季云清和我，最后目光贪婪地落在李慕雪身上。你们好啊，专业向导考虑一下嘛，要是自己进山，很容易迷路的呀。就在这时，我耳边忽然响起女鬼充满愤恨的声音：就是他们俩把我带进山里害死的。闻言，我目光平静地扫过2人。系统扫描已完成，2人分别为 A 级兽魂系觉醒者豹猫，能力反应迅速；A 级兽魂系觉醒者野牛，能力蛮力。我微微点头，行啊，那就一起进山呗，人多热闹。精瘦男顿时心中大喜，连忙自我介绍：我叫李猛，这是我兄弟李虎，我们都是 B 级兽魂系觉醒者，进山经验丰富，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这时旁边忽然挤过来一个妇女，伸手拉住我的胳膊。小兄弟，我也是这片的向导，李猛和李虎口碑最差了，好几次把人带进去都没出来，其实都是被他们暗害死了。你相信姐，李家兄弟可不是啥好人。我转了转眼睛，似乎在认真思考。李家兄弟立刻阴狠地望向那名妇女，我却忽然一摆手，那我更得找他俩了。妇女张了张嘴，最终只留下一声叹息，无奈地走开了。李家兄弟同样感到不可思议，大汉李虎连忙凑过来：你们可别听他瞎说啊，他就是想抢生意罢了，我们兄弟人好着呢。随后我们5人正式走向边界深山，随着周围逐渐变得荒凉，精瘦的李猛停下脚步，转头摆出向导的架势讲解：过了监测站范围，咱们就彻底到达无序之地了，在这里不要相信任何人说的话，但是你们放心，咱们这次要走的是最常规路线，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我直接挥手拦住了他的长篇大论。安全多无聊啊，来点危险的才有意思。李家兄弟闻言一怔，随即转头狐疑地打量着我，脚下不禁加快了脚步。众人继续向深山里走，一路上能看到不少散落的尸骨。我抬眼望去，发现前方一棵大树上还吊着一具早已风干的人尸。此刻季云清身上传来女鬼压抑的哭诉声：那是我的尸体。我撇了撇嘴，都快烂没了呀，影响食欲。李猛和李虎2人随即停下脚步，他们转过头，脸上的热情瞬间变得阴森。你们知道树上挂着的人是怎么死的吗？我面无波澜地戳破了事实：被你们弄死的。李家2兄弟都有些发懵，李猛只好强行提起气势：没错，正是被我们杀掉的。我点了点头，和身边的季云清2人交换了一个眼神，我们都面无表情。这显然没达到李猛、李虎的心理预期。2人转念一想，便将目光投向看起来最柔弱的季云清，其中1人恶狠狠地问：你不害怕我们吗？季云清用食指挠了挠头，似乎在认真思考怎么配合他们一下，然后慢悠悠地挤出几个字：我好害怕。李猛的脸色瞬间变得凶狠，决定撕破脸皮，把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老子心情好的话，没准放你们一马。此刻2人凶相毕露，一步步逼近过来，其中1人冷哼一声：没想到吧？其实我们都是 A 级觉醒者，刚才对你们隐藏了实力，现在知道怕了吧？我单手拔出小猪佩奇玩具手枪，枪口对准他们。你们那点实力有必要隐藏吗？系统强化已启动，玩具手枪成为爆裂之枪。我随即扣动扳机，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将李家2兄弟炸飞出去。2人狼狈地从草丛里爬起来，吐出嘴里的草叶。这是什么东西？此时季云清心念一动，无数怨灵嘶吼着从其背后窜出，其中也包括昨晚那个女鬼。怨灵们瞬间围住了李家兄弟。季云清歪了歪头：你们怕不怕呀？李家兄弟闻言腿一软，立刻吓得瘫在地上瑟瑟发抖，心里也明白过来这几人根本惹不起。2人随即涕泪横流的开始求饶：
对不起，我们知错了，求求你们饶过我吧。忽然，昨晚的女鬼身影从院林中显现，一道阴森森的声音仿佛从地狱传来。你是在和我道歉吗？女鬼话音刚落，便化作一道黑影，直奔两人冲了过去。你们两个畜生，还我命来！我要让你们偿命！两兄弟见状，立刻吓得缩在一起，发出杀猪般的尖叫。鬼呀，我们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求姑奶奶饶了我们吧。女鬼没有理会，在纪云清的力量帮助下，直接扑上去撕咬两人的灵魂。李家兄弟抱着头在地上翻滚，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叫。没一会儿，惨叫声戛然而止，两兄弟以一种诡异的姿势扭曲地躺在人间，彻底没了声息。女鬼的身影重新显现，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紧迫。谢谢你们帮我报仇。我随意的摆了摆手，不客气。你不是有藏宝图吗？快点拿出来给我看看，搞快点。女鬼闻言扫量了一圈四周的环境，然后指向不远处一棵大树。就在那儿。我临死前悄悄埋在树根下，我答应一声，几步跑过去，蹲在树根下，直接用双手开挖，没挖几下，果然摸到一张质地粗糙的牛皮纸，于是将其展开，只见上面画着一张歪歪扭扭的地图。李慕雪和纪云清也好奇地凑过来。李慕雪拧着眉，这上面画的是什么呀？我用手指点了点地图上一个标记。笨呀，明显是个地图啊！李慕雪顿时一脸无语。我知道是地图，可都哪是哪呀？纪云清伸手一指地图上的某个区域，你看这个位置会不会是我们所在的树林？我赞同地点了点头。本长官觉得很有可能。这时女鬼悠悠地飘了过来。我可以提个建议吗？我从地上抬起头，催促地看着她。有什么建议？你快点说啊！女鬼有些不好意思地指了指我们手中的地图。我觉得你们应该把地图正过来看。我欣然采纳了她的建议，随即把地图正了过来。我们三人很快就确定了所在的位置，发现目的地在这片山脉深处，于是决定沿着路线继续寻找。我朝山脉深处抬了抬下巴，去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纪云清随即点了点头，他心念一动，数道怨灵便从体内窜出，如黑色的烟雾般向四面八方散去探路。每一道怨灵都成为他的眼睛，让他能清晰感知到方圆千米之内的一切。有纪云清在，我们这一路确实畅通无阻。还没等变异怪靠近，就已被他的怨灵悄无声息地杀死。片刻后，纪云清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前面有2只 C 级怪和1只 B 级怪，已经被我杀掉了。我点点头，撕开一包薯片，一边吃着一边继续前进。就在这时，纪云清停下了脚步，前面有5个人，6只变异怪正在发生战斗。我闻言眉头一挑，走过去看看。很快，前方隐约传来野兽的咆哮和人类的嘶吼。我们走上前去，只见2男1女正和一群体型巨大的变异狼激烈战斗。他们身上穿着当地异能局的制服，身后还尽力保护着1名老者和1名青年。3位异能局的人和变异狼的战斗非常焦灼。狼群的狼王是级变异怪，其他几只也都是 B 级实力，而异能局3人中只有2人是 A 级，还有1个是 B 级。一名青年双拳紧握。蔡队长，不如你带着李专家先走，我先拖住狼群。唯一的女孩也就是他们的队长，当即摇头拒绝，不行，太危险了，还是让我来吧，你带李专家他们走。话音未落，他随即向左侧猛地一扑，惊险地躲过变异狼王的攻击，但侧脸还是被锋利的狼爪划开一道血口。另外2名队员见状连忙赶来支援，却被他再次呵斥，快带李专家走。不用管我，我在远处抱着肩膀，觉得这一幕挺有意思。纪云清凑到我身边，向长官，我建议咱们帮帮他们。我点了点头。下一秒，纪云清身后便有数道怨灵无声窜出，如离弦之箭般向那群变异狼冲去。变异狼群似乎感受到了这股恐怖的气息，身体都是一抖，随即就被怨灵缠绕住，灵魂力量瞬间被吞噬，接二连三地瘫倒在地上。异能局的3人此刻都懵了，呆立在原地，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直到那些怨灵飞回并隐没在纪云清体内，他们才顺着怨灵消失的方向望来，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我。他们依旧不敢动，因为刚才那股力量太过恐怖，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就在他们紧张地望着我们时，李慕雪微笑着走上前去，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也是龙国的守续者，没有恶意的。几人闻言这才稍微放松下来。那位蔡队长满脸感激地走过来，捂着脸上的伤口，谢谢你们刚才出手帮忙。我打量着他们的制服，你们是异能局的人吗？女孩点点头，没错，我叫蔡秋华，灵山市异能局第2小队的队长，A级觉醒者兽魂系云雀。我听完嘴角一勾，行，那我以后叫你菜鸟好了。蔡秋华当即一怔，但看了看我们深不可测的实力，随即也没再反驳。此刻后方的李专家也缓过神来，他几步走上前，小同志，你们的实力很强啊，所以我决定将你们收编到队伍，带领你们一起深入大山。我闻言斜了他一眼，心想这老头是不是搞科研搞傻了？我把吃完的薯片袋子揉成一团。从现在开始是你们被我收编了，以后听我指挥。蔡秋华等人都是一愣，李专家更是满脸疑惑。他旁边的学生不服气地走上前，我老师可是著名勘探专家，授予过官衔的，请问你哪个单位的？我抱起肩膀，慢悠悠地报出名号，我是江东市异能局主任，龙国学院校长，边境营地总指挥官向南。众人闻言更懵了，几人脸上都明晃晃地写着不信，毕竟龙国学院的校长李之行他们都认识。那个青年撇了撇嘴，我看你这是在瞎说，你拿过什么荣耀奖章吗？拿出来给我们看看。李专家同样附和，摆出一副长者的姿态，我已经在这里研究几10年了，得过很多奖章，没人比我更懂边界深山。小伙子，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我对此很不屑，随即伸进口袋里摸了摸，半晌后掏出一个金色圆形勋章，那勋章上赫然刻着秩序守护者5个大字。几人看见勋章后，顿时愣在原地，这是守序者勋章。蔡秋华瞪大眼，随即带着2名队员挺直身板，向我敬礼。长官好，灵山市异能局第2小队，听从您的指挥。我满意的点了点头。
随后对蔡秋华招呼一声：“菜鸟，带着你的队员和本长官走吧。”此刻李专家和他的学生看着那枚货真价实的勋章，顿时傻了眼，连忙追上去招呼：“带我一个呀！”收编了几人后，队伍又壮大不少。不一会儿，蔡秋华的队员忽然认出了李慕雪，其中一人指着他：“你是那个大明星李慕雪啊？不愧是国民女神啊！可以合影签名吗？”李慕雪很大方的点了点头。场面一时间热闹起来，而纪云清依旧沉默地走在队伍最前面，为我们清扫一切阻碍。我随即对落在后面的李专家勾了勾手指：“老头，你过来，和本长官说说，你们进山是要找什么？”李专家微微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压低声音凑了过来：“长官，不瞒您说呀，通过我们的勘探研究表明，边界深山里可能存在神迹。”闻言，我点了点头。很快，变异怪越发密集，甚至出现了 S 级的强大存在，但都被走在前面的纪云清不动声色地扫平了。纪云清忽然停下脚步，面色疑惑地看向前方，前面好像有个村子，里面没有生命痕迹，但有亡灵的气息。李专家面色顿时激动起来，我们一定是到亡灵村了。亡灵村的亡灵只会重复生前的活动，并不会主动攻击人。我听完他的解释，随即带头向亡灵村赶去。没多久，众人便看到前方空地上的几座茅草屋，几具骷髅正在那里不断重复着生前的动作，有的在锄地，有的在劈柴。我见状几步走上前，伸手一推，那具锄地的骷髅便应声倒地，散成一堆骨头。李专家等人吓得连忙后退，但那具骷髅只是慢慢爬起来，重新拼凑好自己，捡起木棍继续一下一下的锄地。我凑近了些，试图叫醒他：“你已经死了。”可骷髅依旧无动于衷。就在这时，纪云清走了过来，让我来试试。他说完便将白皙的手掌按在骷髅的肩膀上，随后猛地往外一扯，一道半透明的灵魂虚影就被硬生生抓了出来。那虚影一阵晃动，发出了声音：“你们是谁？为什么打扰我的生活？”纪云清平静地看着他：“你既然已经死了，为何还不散去？”那亡灵很是疑惑：“我没有死，我的老婆孩子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纪云清随即指向他身后那几具同样在劳作的骷髅：“你看看他们，是你老婆和孩子的模样吗？”亡灵的头颅僵硬地转了过去。当他看到那些骷髅后，虚幻的眼中闪过一丝挣扎：“这不可能，一切都是假象，我们都还活着。”我转向众人摊了摊手：“你看，我就说叫不醒了吧。”李专家此刻却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向那亡灵提问：“那您能不能告诉我，这山脉的深处到底有什么？”亡灵忽然抬起虚幻的手指，指向天空的方向：“有力量，不可抵抗的力量，他们从天而降。”我听到这话立刻明了，我知道是什么了。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我身上。我清了清嗓子，随即郑重宣布：“是如来神掌。”众人闻言一阵无语，唯有李专家面色狂热：“从天而降，那一定是神呀！我早说过，边界深山里有神迹。”纪云清目光坚定地望向前方：“咱们继续走吧，到里面看看就知道有什么了。”我赞同地点了点头。于是我们离开亡灵村，继续向前。纪云清依旧在最前面开路，周围变异怪的惨嚎声越来越密集。李专家一行人跟在后面，紧张的连大气都不敢喘，而我则依旧吃着小零食，悠闲的四处打量。当我们来到山脉深处，走在最前面的纪云清倏然停下脚步，所有探路的怨灵瞬间收回。众人见状，神情都紧绷起来。李专家担忧地看向前方：“小同志，前面又怎么了？”纪云清微微思考：“也没什么，只是出现了 S 级以上的生命体，我不想打草惊蛇。”李专家闻言一惊：“S 级以上生命体是很强大的变异怪吗？”纪云清摇了摇头：“是的，而且不止一只。其中还有觉醒者，我的单个怨灵远距离无法秒杀他们，反而会被感知到而暴露位置，所以咱们只好过去杀掉他们。”李专家一时语塞，没想到竟然会出现这么多 S 级以上生命体，这很反常呀，不会是流亡组织吧？确定能杀掉他们吗？我双眼放光，终于要热闹起来了呢，这才是边界深山该有的样子。很快前方视野豁然开阔，草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凌厉的巨石。几人都很奇怪，李专家却目露惊愕：“这是陨石呀！”就在这时，前方忽然传来一阵古怪的祭歌声，几人神情诧异，紧接着前方亮起阵阵霞光，祭歌声也变得更加虔诚了。众人随即朝着光芒处眺望，我伸长脖子望着前方，这是有人大合唱啊，还有舞台灯光呢。李专家立刻反驳：“哪有大合唱？明明是有人祭祀，祭祀说明什么？肯定是有神的存在了。”众人默默无语。我们朝着祭歌与光芒处前行，很快来到目标地点。几人趴在一块巨石上向下张望，发现下方有个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其上刻满了怪异的符文。建筑前面有数十个黑袍人跪伏在地，正哼唱着祭歌，他们的灵魂力量竟在迅速增长。李慕雪好奇地压低声音：“这是干什么呢？”蔡秋华忽然认出了为首那人，我认识为首那个黑袍人，那是徐宏才，灵山市 S 级通缉犯，没想到竟然躲进边界深山里来了。纪云清补充了一句：“他身上的能量波动已经达到 SS 级。”蔡秋华闻言有些不信：“这不可能吧？前几个月他还是 S 级，这么快就突破了？”一名队员凑到他身边：“蔡队长，你看他身后那些人，好像也都是逃犯呀，但都比以前强了很多。”此刻他们已经和对方拉开了很大差距。蔡秋华眉头紧锁：“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实力提升怎会这么快？”李慕雪的目光落在金字塔上，应该是那座建筑的缘故吧。蔡秋华顿时惊讶起来：“从天而降的强大力量，还会给别人带来力量，这难道是域外文明？”李专家激动地推了推眼镜：“也许变异的起源正是来自天外。你们看见建筑上的符号了吗？那是符文科技，至少领先我们魂金科技200年，这难道不是神迹吗？”在他看来，那些人只是在无知中获取力量。此时祭祀完毕，祭歌停止，建筑的光芒也随之暗淡下去。为首的黑袍人站了起来，满意的环视一圈：“很好，我们是神传承者，所以要奉神的旨意，打破这个世界原有秩序，建立新的规则。
下方的人闻言纷纷狂热的呐喊：对，打破秩序，建立规则，我们是神的后裔，奉承神的旨意，天神组织万岁！我们此刻总算明白了，这些罪犯逃到深山里，竟然建立了一个组织。为首的黑袍人很满意众人的反应。首先，我们要打破龙国秩序，然后再干掉流亡组织，从此做大做强，创造辉煌。就在这时，一个清澈的声音忽然传来：打扰一下，请问你们刚才唱的歌叫啥名？黑袍人徐宏才一愣，包括下方的人群皆齐刷刷转头望去。只见一个青年正满脸好奇地望着他们。徐宏才警惕地盯着来人：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天神组织总部？我左右望了望，不好意思，打扰你们统一世界了吗？徐宏才刚想点点头，但很快他又看见了我身边的蔡秋华等，随即眉头深深皱起，立刻认出了对方的身份。你们是龙国的守序者。蔡秋华随即站了出来。徐宏才，你以为躲到这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吗？还建立组织打破秩序，简直是痴人说梦。徐宏才闻言满脸不屑地笑了起来。蔡队长，别来无恙啊，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如今我们得到神的传承，随便一个成员都能团灭你拿什么跟我斗？蔡秋华一边缓缓后退，一边嘴上不饶人：一群虾兵蟹将而已，只敢躲在深山里，根本见不得光。徐宏才听闻此话，眉头一皱：既然这样，就让你知道下我们天神组织的厉害。照护法，你去解决他们。下方一名中年黑袍人缓缓走了出来。好的，领袖。他走到前面，你们这些守序者竟敢闯入我们组织总部，快来受死！照护法正要冲上来，一道火光喷出，瞬间将他淹没。很快能量波动散去，地面出现一个大坑，照护法躺在里面一动不动。徐宏才等人都是一愣，随即凝重的转头望去，发现一个青年正拿着玩具手枪盯着自己。徐宏才心中一惊，我再次扣动扳机，又一道火光喷出，徐宏才立刻双臂横荡，随即被震退10余米远，双臂已是一片焦黑。他心惊不已，随即一挥手：兄弟们，给我上！谁能拿下此人，就是咱们的新任护法。闻言，人们立刻向我冲来。此刻纪云清眼神微凝，身后窜出无数怨灵，怨灵随即缠上那些黑袍人，他们顿时面色痛苦，惨叫着倒在地上。徐宏才倒吸一口凉气，露出难以置信之色。就在这时，那些怨灵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黑影，直奔他扑去。徐宏才无处躲闪，下一刻便被吞噬，尸体轰然倒地。李专家和蔡秋华等人皆目瞪口呆，我和李慕雪则跳下石头，朝着金字塔形建筑走去。李专家随即面色狂热地跟了上来。几人来到金字塔前，打量着上面的符文。李慕雪看了一会儿，这是外星人的科技。李专家随即单膝蹲下，从背包里取出笔记本电脑和一摞资料，这就是域外科技，一定错不了的。你们看看，可以储存、释放、转化魂晶的力量。我一副没听懂的表情看着他。李专家又比划起来，试图让我理解，这是我研究了半辈子的成果。魂晶就是电源，符文就是电路板，能转化能量形态。李慕雪等人闻言似乎明白了什么。李专家扶了扶眼镜，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我认为金字塔里一定储存了什么东西，咱们需要将符文破解才能打开。众人心中都升起一丝好奇，我没什么耐心，直接看向李专家。老头，你打开它得多长时间啊？李专家推了推眼镜，神情格外认真。这种符文科技需要慢慢研究，我估摸着怎么也得3年时间。我当即失去了所有耐心，直接抬腿向金字塔走去。李专家回头望见我的动作，连忙出声阻止：你要干嘛？万万不可呀！可他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愣在了原地。我的手掌触摸在金字塔上，其上的符文瞬间亮起，石块随之转动。很快，一道白色光柱从金字塔顶部冲天而起。李专家等人彻底傻眼，没想到我竟能瞬间将其打开。此刻，众人紧张地注视着金字塔，一股强烈的威压自其中弥漫开来。在顶部的白光中，一个银发男子的身影慢慢凝现，他的目光扫过我们。没想到，在这个低等文明里，竟然有生物能破解我的符文。我眯起眼睛凝望他：你谁呀？男子表情威严，一字一顿地宣布：我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神。此言一出，李专家等人激动的身体都开始颤抖。那男子虚影则面无表情地继续抛出诱饵：没错，信奉我，我将赐予你们强大的力量，让你们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我却抱起肩膀，斜斜打量了那道虚影一眼。就你，啥东西没有还叫神？我看你是神经病吧？虚影男子的表情沉下脸：低等生物，你竟然敢冒犯神？难道你不想获得力量吗？我摇了摇头，一边迈步向他走去，一边干脆地回答：不想。男子眉头一皱，警惕地盯着我：你过来干什么？我没有回答，而是径直走到金字塔边，抓住一块符文石块，用力一转，直接将其扯了出来，扔在旁边。当然是继续拆。虚影男子顿时有点慌张，声音都变了：你干嘛？别拆我家呀！我没有理会，手下动作不停。他见我完全不理他，语气彻底软了下来：你们听我说，流亡组织即将统治整个星球，没有我你们不可能打赢的，咱们合作还不行吗？我依旧不为所动，就是拆。李专家在一旁难以置信地看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此时男子的虚影已经若隐若现，白色光柱也随之暗淡，眼看劝说无用，男子面色一变，终于彻底愤怒：愚蠢的低级生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发誓，等我降临这颗星球，必让你血债血偿！他狠话还没放完，随着最后一块核心符文被我拆下，金字塔彻底暗灭，顶部的白色光柱和男子的虚影也随之烟消云散。我们继续拆着剩下的部分，很快我发现建筑中间漂浮着一块晶体，我一把将其抓住，试着吸入能量却无法成功，又放到嘴边用牙咬了咬，发现坚硬无比。我撇了撇嘴，感觉这石头好像没什么用。我
正准备随手扔掉，一旁的李专家却眼巴巴地望着那块金子。长官，你能不能把那块石头给我？我想把这东西研究明白，到时候所有成果都给你。你就是咱龙国的符文科技的创始人，怎么样？听到创始人3个字，我眼睛转了转，随即把晶石随手丢给了他。行吧，那就给你研究去吧。李专家连忙接过晶石，连声道谢。接着我们开始清扫战场，我将拆下的符文石块交给蔡秋华等人搬运，随后众人原路返回，将此行所有的发现都送到了灵山市异能局。此事很快引起了整个龙国科学界的震动，无数科研队伍纷纷踏至灵山市，而原本在家养伤的黄凯也听说了这个消息，急忙往异能局跑来。由于符文科技有我发现，所以科研队伍到达后都齐刷刷地站在原地，等待着我讲话。来到会议厅门前，一对对身穿白大褂的科研人员正静静等待着。黄凯伸长了脖子扫视人群，手心不自觉地渗出汗来，仿佛在寻找什么。终于他在人群中发现一道熟悉的身影，黄凯张了张嘴，小曼。张小曼转过头来，在看到来人时，脸上瞬间浮现出灿烂的笑容。黄凯顿时愣住，心跳都漏了半拍。随后张小曼迈开步子向这边走来，却径直越过了他，激动的一把握住我的手。向长官，我们又见面了，你可算来了！真没想到你竟然发现了符文科技，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微微一笑，随意的摆了摆手，不过是几块破石头而已，根本不算什么。张小曼的双眼亮晶晶的，你也太厉害了吧！对了，我还得感谢你上次在边境战场救了我的命。黄凯看着眼前这郎才女貌、相谈甚欢的一幕，彻底石化在原地。随即众人走进会议室落座，我和李专家被请上主席台，科研探讨大会正式开始。很快，下方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您好，请问您是怎样发现和探索符文科技的？我信誓旦旦地向前倾了倾身子，这个很简单啊，主要就是靠拆。下方一片哗然。旁边的李专家额角瞬间冒出几条黑线，他连忙拿起话筒，大声咳嗽了一声，以吸引注意力。咱们专家说的靠拆，是拆析分解，一个一个研究的意思。下方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又一人站起来，那符文科技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会对我们研究的魂晶科技产生推动作用呢？我百无聊赖地耸了耸肩，不是很高级，而且根本没什么用，不能吃也不能玩。众人又一次愣住。会场再次陷入诡异的安静，李专家立刻抢过话筒。符文科技确实不能吃也不能玩，而且在没有研究透彻之前，的确没什么用，所以还得请大家一起攻克这个难题。专家的意思是咱们任重而道远，人们这才明白过来，纷纷点头议论着要努力研究。李专家见状松了口气，随即接过主导权。好了，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随后他搬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石块，众人立刻围了上去，开始观察研究。时隔多日以后，这个消息也就传开了。官方为了鼓舞民心，直接将我是符文科技创始人的事公布出去。消息一出，很快惊爆网络，民众议论纷纷，都在猜测叫向南的科学家究竟是谁。这个消息当然也传回了江东市。向长风正端着报纸，看到头版头条后，一脸莫名其妙的自言自语：咋回事？那小子不是去边境了吗？凭他那个智力还能当上科学家呢？消息传得风声鹊起，并且经过几天的研究，科研队还真研究出点东西来。他们发现将某个符文刻印在魂系上，可以达到强化效果。李之行在办公室里看到这份内部简报，愁得来回踱步，已经开始担忧自己的饭碗。当然，这件事情也传到了流亡组织总部里。此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面色凝重地盯着手里的情报，他正是流亡组织领袖之一。看来龙国也找到域外文明了。其旁边一人躬身建议：领袖大人，我觉得此事不能不管，任由其发展下去，会对我们造成不利。中年人点了点头，手指在桌上轻轻敲击。听说发起人叫向南，他是很厉害的科学家吗？手下迟疑片刻，脸上浮现出古怪的神色。据我们掌控的资料，向南原本是个富二代，而且患有智力障碍。我们的人曾经悬赏过他，但失败了。他曾在江东市异能局待过一段时间，还去过边境战场，就是幻童他们战死那次。提起此事，中年人身上的气势陡然一变，一股浓重的威压散发开来，使其身旁的下属身体都是一抖。幻童的死亡对流亡组织是巨大的损失，直接导致他们在边境战场被打退数百里，之前的努力都功亏一篑。流亡领袖叹了口气，看来从龙国外部是打不进去了，只能从其内部慢慢瓦解了。如今龙国不仅战事势如破竹，而且还发掘出了符文科技，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慢慢倾斜。手下随即压低声音建议：大人，如今龙国的科学家，包括向南在内，都聚集在灵山市啊。如果将他们一网打尽，龙国必遭受重大损失。因为聚集在灵山市的科研人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纪云清也在。领袖用指节叩击着桌面。龙国的目的看来是放出我的消息当诱饵，勾引我们的人出现，然后再让纪云清将他们狩猎。目前我们潜伏进龙国的人，没有是纪云清对手的，但是我知道一个人能牵制他一会儿，你去安排吧。猎杀他们只是个开始，我们的最终大计一定会成功的。另一边，我在异能局里待了好几天，黄凯也赖在这不走，非要陪着人们搞科研，结果他一问三不知，没少遭人白眼。此时李专家拍了拍手，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咱们向专家说了，最近大家表现的都很好，取得了重大突破，所以晚上准备聚个餐，想参加的可以先报个名一起去。张小曼立刻兴奋地挥了挥手，我去。其他人也纷纷应和。向专家请吃饭呀，那我肯定得去啊。是啊，我正好有很多地方不明白呢，想和他去探讨探讨。向专家平时都不怎么露面，这次机会难得，我也得参加。时至傍晚，一众科研人员换上便装，来到酒店的豪华包间里，气氛非常热闹。李专家率先举起酒杯，来，为咱们研究项目取得重大突破，咱们敬向专家一杯。人们纷纷举杯响应，将杯中的香槟一饮而尽。一位科研人员好奇地看向我，向专家，你既然是符文科技的创始人，
那你会使用符文科技了吗？我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用那么简单的东西，还不是有手就行？那科研人员闻言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张小曼适时的给我加了一只大虾，咱们出来玩，主要是放松，就不谈公事了吧。吃个大虾很有营养的，补补身体。黄凯在旁边眼巴巴的看着。小曼，你家的那个虾是什么味的呀？张小曼随口应付一句，你自己尝尝呗。黄凯只好自顾自加了一只，可他一转头就发现张小曼又笑嘻嘻的凑到我身边，向长官，我帮你把虾皮剥掉吧。旁边的李慕雪见状也不甘示弱，拿起一只螃蟹递过来，来，我给你剥螃蟹。桌上气氛欢快，我大快朵颐。李慕雪还时不时用纸巾体贴的给我擦嘴。黄凯单手拄着胳膊，小眼呆滞的看着其乐融融的三人，感觉满桌的菜肴都变得索然无味了。就在这时，我忽然感觉一股凉意袭来，随即抬头看向季云清，在酒店里就不用开空调了吧？季云清轻轻摇了摇头，不是我呀。我有些疑惑，那是谁开空调？季云清下巴朝外面示意了一下。凭借他的体质，已然感知到阴气的来源。李慕雪听着两人的对话，感觉有些不对劲，随即压低声音凑到我耳边：“你们在说啥呢？外面不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季云清对此根本不在意，继续专心致志地扒着手里的螃蟹。可能是吧。李慕雪闻言面色一变，她警惕地抬头扫望一圈，发现其他科研人员依旧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察觉到异常。她转头焦急地望着我：“那咱们怎么办？要不要出去看看呀？”我表现得更不在乎，夹起张小曼刚包好的虾肉：“有什么好看的？容我先吃个虾。”李慕雪满头黑线，只觉得那股阴气越来越重，好似有什么东西正在向这间包房靠近。忽然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响起，包房内瞬间安静下来。李慕雪凝神关注着门边，心中莫名的有些紧张。只听啪嗒一声，包房门被推开，只见一位女服务员手里端着托盘走出来，上面是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汤，她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抱歉打扰各位了，我们经理说给各位赠送一道菜，略表心意，还请笑纳。众人恍然大悟，纷纷客气的道谢。但李慕雪的美眸微凝，望着服务员走过来的身影，眉头越皱越深。她发现这个服务员走路时只用颈肩，后脚跟根本不着地。李慕雪倏然站起身，一个箭步挡在服务员身前：“你站住，先别过来。”其他人神情诧异，都觉得他的反应有些不对劲。李慕雪皱眉，死死盯着对方，这家伙不是人，他被鬼附体了。众人闻言神情骤变，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服务员也露出一副莫名其妙的神色：“这位美女，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被鬼附体啊？”李慕雪懒得再废话，直接一脚将其托盘踢飞，汤液洒满一地，随即冒出阵阵黑烟，散发出浓郁的阴气。这东西一旦喝入体内，普通人必死无疑。众人见到这诡异的一幕，脸色巨变。女服务员看着被打碎的汤，脸上的笑容随即凝固，双眸变得一片呆滞，表情也狰狞起来。大量黑气从其体内狂涌而出，他喉咙里发出了一个苍老男人的声音：“既然这样，我只能亲手送你们归西了。”就在这时，我吃完了最后一只虾，随手在桌布上蹭了蹭油，才慢悠悠地转眸向那服务员望来。此刻那女孩正一步步僵硬地靠近，我可以确定就是她开的空调。随即噔噔噔几步跑过去，抬腿就是一脚，将女服务员踹了个趔趄。让你瞎开空调！众人见状都看傻了。女服务员面露狰狞：“你给我去死吧！”她猛地抬手，一道阴气便如毒蛇般向我缠绕而来。季云清放下手中的螃蟹，只是一个眼神，那道阴气便寸断消散于无形。随后黄凯大吼一声，猛地起身扑了上前，一把死死搂住女服务员的腰。我抓住她了，有我在，大家不要怕。女服务员在他怀里剧烈扭动起来，你给我松开！但黄凯依旧死死抱着不放，脸上还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嘿嘿，你越挣扎，我力量越大。众人闻言面面相觑，都严重怀疑他是故意上前揩油的。女服务员在黄凯的怀抱中挣脱不开，众人见此情形，稍稍放心些许。李慕雪随即走上前，说吧，你是什么鬼？为什么来害我？女孩体内发出老头沙哑的声音：“我就不说，有本事你杀了我呀！你若杀了我的话，这个女孩也会跟着一起死。”人们发现这鬼还挺嚣张，不由自主地将求助的目光投向季云清。可季云清只是摇了摇头：“我确实能将这鬼抓出来，不过原主人的灵魂也会跟着一起活，他也活不成。”闻言，女孩体内的鬼发出一阵狂笑：“你们抓到我又能怎么样？不还是没有办法。有能耐把我和女孩一起杀了呀？怎么样，下不了手吧？这就是你们守序者的悲哀。”人们被他嚣张的态度气得眉头紧皱。李慕雪转眸看向我，带着一丝期盼：“向长官，你能把这鬼弄出来吗？”我摊了摊手：“这还不简单？”那只鬼发出了刺耳的嘲笑声：“老夫妇身术修炼几十年，到现在从来没失败过，就凭你这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娃，也想把我弄出来？”我的态度不冷不淡，转头对众人吩咐着：“给我找笔和纸来。”李专家额头冒汗，心中不免为他捏了把冷汗。很快，笔和纸都被拿过来，我拿起笔，直接在纸上飞快地画起来，嘴里还不时发出低笑声。人们都很好奇，于是纷纷凑过去，伸着脖子观看。不过很快，所有人都露出了惊愕的神色，因为我画的竟是一个小猪佩奇的形象。我对自己的作品很是满意。不错，我已经画好了。众人则目瞪口呆，李慕雪也忍不住挠了挠头，能行吗？就连那只鬼都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小猪佩奇，笑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会什么呢，吹得挺厉害，原来是个傻子呀！我则毫不在意，嘴角微微翘起，拿起画径直走上前去。
所有人都凝神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将那张卡通图案对着服务员的脑门猛地按了上去。叮，系统强化已启动，小猪佩奇图案变成佩奇驱邪符。话音刚落，霎时间画着小猪佩奇的那张纸金光大作，随即鬼魂惨烈的哀嚎声在包房里炸响。女孩头顶冒出大量黑气，一道幽魂从中狼狈地窜了出来，在半空中现出一个老者的形象。老者脸上满是惊骇与不解，你竟然破了我的附身术，这不可能！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苦修几十年的秘术，怎么会被一幅小猪佩奇的涂鸦给破了？身后的众人同样被这一幕震撼得无以自洽，随即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认真分析起这其中的原理。老鬼刚从女孩身体里脱离，纪云清便将其死死控制住。被附体的女孩神智渐渐恢复，却已然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刚才包房里的动静引来服务员，他们很快叫来了酒店经理。一位青年快步走进来，恭敬的环视一圈：“您好，请问刚刚是出了什么问题吗？”我指了指空处，没出什么问题，就是出了一只鬼而已。青年闻言，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各位，这玩笑可开不得。纪云清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那道老鬼的身影便再次明显。不信你自己看。青年吓得连退好几步，真的有鬼啊！我敲了敲桌子，把他的注意力拉回来。你说怎么办吧？在你们酒店吃出鬼了？经理连忙摆手，免单，这肯定得免单啊！而且不仅这次，以后各位再来吃饭，我们都免单。我满意的点了点头。这还差不多，那再给我们上几盘龙虾和帝王蟹，我们还没吃完呢。待经理离开，一众科研人员才心有余悸的重新落座。纪云清目光扫过众人，今天遇见鬼不是巧合。刚才我抽取了老鬼的灵识，他是被流亡组织养出来的，只不过是个用来骚扰咱们的炮灰。此言一出，人们的面色瞬间都不太好看。什么？流亡组织竟然养鬼，这也太吓人了吧！怎么办？看来咱们被流亡组织盯上了，要不咱们请求保护吧？蔡秋华眉头紧锁，在灵山市确实存在流亡组织的势力，我们始终在追查，可他们行事极为谨慎，轻易不露面。这些家伙最擅长在暗中使坏，确实挺棘手。李慕雪转头望向纪云清，对了，那只鬼的来历呢？能不能通过他找到流亡组织？纪云清摇了摇头，不能。那只鬼虽然是被人养出来的，但关于流亡组织部分的记忆已被悉数抹除。蔡秋华担忧地看着他，那养鬼的人应该很强大，会不会是流亡组织调来的强援？纪云清再次摇头，不是很强，初步判断也就在 S 级或者 SS 级左右吧。蔡秋华等人听完皆是一阵无语，心中那份担忧反而更重。